糖糖，过来，为师有话要说。我这就来。唉，再这么下去，清风观根本没办法维持啊！道长爷爷，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糖糖啊，我们观里没米了，祖师爷金身都要掉漆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要不把这只二哈炖了吧？你看他这身膘，够咱爷俩吃个半年的。师傅，二哈可是祖师爷留下的镇观神兽，吞月天狼，不能吃。徒儿啊，师傅也不想逼你。师傅，我是不会让你吃了二哈的。但这观里的香火钱，既然不能吃狗，你就下山去吧。下山？对，去找你爹。这里面是你当年被扔在观门口时，襁褓里夹着的几块玉佩，还有师傅这些年替你记的账本。咱们观里养你这3年，奶粉钱、尿布钱、精神损失费，还有这狗子的狗粮钱，不能白花。你拿着信物去京城，把这些钱都要回来。师傅，3个信物，我有3个爹。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钱，非常有钱，随便哪个认了账，咱们清风观就能翻修金顶了。好，为了清风观，我去要债。这就对了，二哈，去吧，不把钱要回来就别回山了。二哈，保护好糖糖。就这样，3岁小道姑苏糖糖踏上了进京要债的不归路。二哈，慢一点，你跑太快了。地龙翻身了，是血缘狼王，一袭有妖兽攻城，快关城门！二哈，你刹车太急了，我要吐了。上面那个是个人？叔叔别怕，二哈是家养的，不咬人，就是长得胖了点儿。这特妈叫胖了点儿，这能吞下一头猪了好吗？就在这时，突然一辆马车失控停止，煞气冲体，快闪开！煞气，好香的味道。回来，不要命了！给本座停下！活神仙啊！我是万福管家，多谢小道长救命，一定重金酬谢。重金！本来道门中人不谈钱，但看你诚心答谢，收你100两纹银，不过分吧？嫌贵？那我把煞气再塞回去。不贵，一点都不贵。叔叔，我现在想进城，要不要交进城费呀？如果要交的话，二哈是大狼狗，能不能按宠物算啊？毕竟按坐骑算太贵了。或者先记在将军府账上吧，毕竟我这次也要去将军府要抚养费的。将军府？哪个将军府？还有哪个？就是镇北大将军府啊。听说那里有个叫萧定北的，好像是我3个爹之一。是一，萧定北，开门呐！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何人喧哗？二哈，乖。本座乃清风观第66代传人，此次下山是来找萧定北，讨要他拖欠我的抚养费。哼，抚养费？哪儿来的小野种？年纪轻轻就学会讹人了。来人，把这小东西连同那只畜生一起赶走，免得冲撞了府里的贵气。阿姨，你印堂发黑，头顶还有一片草原哦，这是大凶之兆呀。
叫谁阿姨？你说谁头顶草原？当然是你呀！本座掐指一算，你那个未婚夫昨晚在一个叫怡红院的地方和一位翠翠姑娘待了一晚上呢，所以你头顶才一片青青草原呢。什么？你住嘴！给我住嘴！恭迎表哥回府。恭迎将军回府。好浓郁的煞气。小孩儿，你在做什么？叔叔，你身上太好闻啦！这100两给你，我还想再吸一口，行不行？我这一身煞气，平常可知小儿液体，现在居然有人花钱来吸。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这枚玉佩，你好好收着。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生意来了，想知道玉佩的来历呀？那是独家情报，得加钱。不过看在你煞气这么好吃的份上，情报费就给你免了。但是你得给我这3年拖欠的奶粉钱、尿布钱、精神损失费等等，共计3万两。请问银票还是现银？黄金铜板也可以啊。好，我给你钱。王管家，取银票来。将军，咱们府里没钱了。上个月为了发双倍抚恤金，全贴进去了，现在1两银子也没有。昨天买菜钱还是我垫的。你穿的这么威武霸气，原来是个穷光蛋啊！你不懂，本将军那是清廉自守。没钱装什么大尾巴狼？二哈，撤，去下一个目标。等等，我会还钱的，给我点时间。虽然他穷了点儿，但这满身的煞气，简直是无限续杯自助餐啊！行吧，看你这么诚心，鉴于萧定北穷的叮当响，现身请肉偿。不对，这个词好像有问题，改成干活抵债。来，签字画押。别说报3次，报1辈子都行。二哈，走，去看看咱们的新家。哇，这就是将军府吗？可真气派！气派个鬼啦！府里多年未曾修缮，下人也遣散了不少，所以显得冷清了些。叔叔，难怪你是穷光蛋，原来你家真的有鬼。本座给你开个临时的 VIP 天眼，没收钱，别太感动哦。我的家成了百鬼游乐场。活人居然能看见我们，找死！大将军好重的煞气，可惜你不懂道术，伤不到我们。先吸了这个小娃娃的精气，再去慢慢磨死这个大将军。喂，那边的，对，就是你。本座问你，你们住在这里多久了？大概有50年了。按照京城的房租，一间上房每月2两银。你们这几十号人包下这么大个院子，算你们友情价，1年100两，50年总计5000两啊！再加上这些年你们赖在我家损耗我家气运的费用，本座给你们抹个零，就算你们1万两。堂堂他
居然在跟鬼收租！黄头小儿找死！关门放二哈！关门放二哈！那是吞月天狼，快跑！小祖宗，我们身上没钱啊！没钱还想挨揍？不过我们知道哪里有钱。这些就当是之前拖欠的房租了，以后按月上交，不然，喂，穷光蛋，发什么呆？看到没？跟着本座，有肉吃。不过呀，本座这么高端的操作，你肯定学不会的。原来赚钱这么容易。祖母，您可要为我做主啊！就是那个小野种，他不仅污蔑我，还霸占了将军府，把表哥给迷惑了。萧定北，你堂堂镇北大将军，竟被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耍得团团转，我萧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来人，把这个小妖女给我拿下，东西全部收归祠堂！老奶奶，你要抢我的钱呀？抢我的钱可是要用命来抵债的哦。用命抵债？哼，一个小屁孩，口气倒挺大。咦，谁在说话呀？怎么那么臭啊？萧定北，这就是你在外面的野种，没教养的东西！既然你不会教，老身替你教。来人，掌嘴，把这妖言惑众的丫头扔进柴房，那些财宝统统搬回祠堂，充公。本将的女儿，谁敢动？斩！你敢为了个野种忤逆我？我可是萧家主母。主母？若不是我在北境建功立业，你以为这京中谁还认你这个萧家主？圣旨到，将军府接旨。敢问，这位可是能通天地、晓阴阳、断祸符的苏糖糖苏小师傅？是我呀，你哪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闻有玄门高人苏糖糖道法通玄，今宫中稍有变动，特召苏糖糖小师傅即刻入宫，面圣除祟。钦此。皇宫那种地方到处勾心斗角，糖糖去了会不会有危险？糖糖，你若不愿意去，爹得替你回绝。叔叔，你要对我有信心呀。进宫可以，管饭吗？自然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出场费怎么算呀？先说好，过夜要加钱的哦，很贵的哦。小师傅尽管放心，只要您能为陛下分忧，陛下的赏赐金山银山都少不了您的。这还差不多。对了，这些是我的钱。老奶奶，我再跟你讲哦，偷拿了我的钱会倒大霉的哦。二哈，看好家，也看好我的钱。谁要是敢偷偷拿走一个铜板，你就把他家拆了，卖废品抵债。哇，皇宫大殿的屋顶居然是鎏金的，
要是全抠下来，能换多少个大鸡腿啊？苏小师傅，这边请。李公公，您这是从哪儿找来个3岁小孩？莫不是宫里缺人手，让他来给我们端茶送水？青云道长说笑了，这位是苏糖糖小师傅，也是奉了圣上口谕前来除祟的。就他，法器呢？罗盘呢？连张符纸都没有。别是哪个乡野村头跑出来骗钱的吧？就是，小奶娃，你师傅是谁？我师傅可是龙虎山天师府的玄灵真人。好多怨气啊！可惜一股醋味，糖糖不喜欢吃。师傅，此等小妖，何须您动手？弟子为您开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破！好强的怨念！太一成气候，你们后退，吃我一剑！你们太磨叽了，耽误我收工吃饭啦！小师傅，危险！小娃娃，速速退开！愣着干嘛呀？门票5两银子一位，概不赊账哦。愣着干嘛呀？门票5两银子一位，概不赊账哦。红颜未老问弦断，斜倚寻龙坐到明。是真妃，没想到10年了，她的怨气竟已化为实质。叔叔，是你叫我来的吗？那你就是皇上喽。跟你说哦，里面的仪艺好厉害的，得加钱。哎呦，苏小师傅可不能乱说，这位可是……无妨，苏小师傅真可爱。不过你说错了，我是皇帝的小皇叔，叫我八皇叔便是。王爷小心！不许动我的客户！这阿姨居然把怨气和龙气为为一体了，好厉害呀！这次收费得翻倍了。那玉佩，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个呀，师傅说这是我娘亲留给我的，是别人送她的信物。灵犀，莫非她就是这个玉佩的主人？看来我第2笔抚养费有着落啦。这普通抓鬼任务升级成了悬疑破案的 S 级豪华套餐，得加钱，必须加钱！叔叔，这一役还有后续剧情哦，你要单点解锁还是包年付费呀？叔叔，这一役还有后续剧情哦，你要单点解锁还是包年付费呀？单点包年，啥意思？哎，不管了，反正这龙纹玉佩是我当年赠与灵犀的信物。世间独此一枚，这孩子肯定是灵犀的骨肉。喂，客户，你的网络卡啦！本王包你
本王请你查清珍妃死因，还她公道。自今日起，你入住靖王府，年薪黄金10000两，府库珍宝任你调遣。只要你开口，本王无所不应。这是皇甫静想到的最好方法，能顺理成章把糖糖留在身边。此时玄灵真人来辞行。靖王，贫道有愧，告辞。苏小师傅道法通玄，老道今日才知何为坐井观天，此乃老道一点心意，还望小天师笑纳。这个老爷爷很懂事啊，本事不大，态度还是不错的嘛。好啦，你们可以走啦，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这个病秧子叔叔好有钱哦，不过将军爹爹有好多煞气可以吃，好难选啊。怎么样，跟本王走？本王府里的厨子会做108种口味的鸡腿。留在将军府里的二哈感受到糖糖的灵力波动，着急的带着萧定北冲进府中。萧定北，你好大的胆子，私带凶兽，强闯宫禁，是想谋反吗？糖糖，有没有受伤？将军爹爹，他叫他爹爹。黄甫静，我女儿为何会在此地？你对她做了什么？萧大将军，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她何时成了你的女儿？她拿着我萧家的信物，不是我女儿，难道是你女儿？真巧，他手里也正好有本王的信物。她拿着我萧家的信物，不是我女儿，难道是你女儿？真巧，他手里也正好有本王的信物。咦，他们是在吵架吗？是因为我吗？停！将军爹爹，你欠我的3年抚养费一共是3万两白银，你已经签了干活抵债的契约，这里就先不提啦。还有这位叔叔，你刚刚请我抓鬼，因为任务超出预期，所以价格涨到了1000两白银。不过后续套餐你选了包年，这1000两就当是首充福利了。然后是包年费黄金1万两，请问是现在结账还是走流程呀？不必结账，从今日起，你便是靖王府的小主人，整个王府都是你的。将军府是没王府有钱，但你看上什么，我替你抢来。这京城上下，你看谁不顺眼，我帮你揍他。匹夫之勇，糖糖那么可爱，岂能随你打打杀杀？总好过跟着你，别把你身上的病传给糖糖了。哼，跟着你顿顿吃糠，本王能给他请最好的先生教导他。你那兜里比脸都干净，拿什么养他？哼，米糠才养人。我可以带他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总强过跟着你关在王府里念书绣花。爬树掏鸟窝，萧定北你过分了，糖糖是姑娘家，怎么能干这个？她现在才3岁半，是到处玩的年纪，你居然想让她去读书，你才过分。糟了，一个给好多好多钱，一个能让我随便揍人，这该怎么选啊？不对，2岁小孩才做选择，我3岁半啦，我全都要！你们别争了，我算过啦，135我去将军府吃煞气揍坏蛋，246我来王府住金屋吃鸡腿，星期天我休息，自己出去抓鬼赚钱，这样是不是很公平？胡闹！你是我的女儿，必须立刻马上跟我回将军府。糖糖，本王府里的108道鸡腿可不是每天都有的，要连续品尝才能体会其中真味哦。将军府虽然没有108种鸡腿，但我的亲卫能打下108座山头。你想吃什么，爹就给你打什么。对了，二哈也能跟着吃。粗鄙，病鬼！爹爹们，我饿了。李福，传御膳房，把他们的看家本领都使出来。本王要在这冷宫门口开鸡腿宴。是。
玄甲为何在？将军，去把京城最好的酒楼给本将军抢过来，厨子、食材，连人带锅，全部给本将军扛进宫来，立刻，马上！是。爹爹们好像又要比起来啦，也好也好，这样我就有吃不完的好东西啦。皇叔爹爹品味好，会享受，加10分。将军爹爹执行力强，超霸气，也加10分。哎呀，太多了，账簿都不够用了呢。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北大将军萧定北擅闯宫禁，本应严惩。孤念其寻女心切，情有可原，故宽宥不问。清风官苏堂堂助靖王攘除宫中邪祟，护驾有功，深慰朕心。着3人即刻至紫宸殿见驾。钦此。没想到堂堂还是卷入了这深宫的浑水。苏小师傅，请吧。陛下已经在紫宸殿备下了上好的茶点，等你去享用。将军爹爹，那个叫陛下的是这里最大的老板吗？是的。那他欠我奶粉钱吗？哇，珠子是金子包的耶！抠一根下来，师傅是不是就能天天吃肉啦？臣萧定北，臣皇甫敬，参见陛下。平身。皇帝伯伯好。你就是苏堂堂？是我呀。对了，伯伯，你欠我的工钱什么时候结一下啊？哦，朕什么时候欠你钱了？我帮你抓了皇宫里的怨灵呀，所以你该给我抓鬼费、出差费、技术攻坚费。等下哦，我算算一共多少钱。一派胡言！宫里有龙气护体，何来的怨灵一说？陛下，此乃妖言惑众，区区3岁小儿能懂什么道法？分明是镇北大将军与靖王爷合谋，欺瞒圣上，如今竟将此等妖娃带上朝堂，实乃我朝奇耻大辱。臣左都御史刘安泣血恳请陛下，将此妖娃当场杖毙，以正视听。刘安，你敢？刘御史好大的官威啊！本王的人你也敢动？这个老爷爷身上霉运多的都冒出来了，我算一下是出什么事了。皇帝伯伯，这个老爷爷好可怜哦，他霉运盖顶，印堂发黑，今日家里有水火之灾呢。胡说！陛下，他竟敢当朝诅咒命官！咦，我还算到呀，他家那口老井底下藏着好多亮晶晶的银子呢，是75627两。哎呀，不对，还有83个铜板。哎呀，这个算盘太小了，零钱都算不清楚呢。怎么可能？来人，臣在。去刘安府上，就从他家后院那口井查起。启禀陛下，刘府后院厨房走水，其长子救火时失足坠入水井。臣等依陛下旨意，在井底查获赃银75627两，有83个铜板，与苏小师傅所原，分毫不差。诸位爱卿，先退下吧。苏小师傅，你可曾听说过王朝龙脉？苏小师傅，你可曾听说过王朝龙脉？我问一下，龙脉是什么？可以吃吗？好不好吃，你跟朕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你们都随朕来吧。这里就是我大千王朝的龙脉核心，龙脉无形，气运无相，一般人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确确实实存在，护佑着我大前300年的国域。可从10年前开始，龙脉出了问题，国库越来越空，边境冲突不断，天灾人祸越来越多。朕请遍了天下玄门高人，他们都说龙脉被邪祟侵蚀，却没人能找出那邪祟是什么，更别说清除了。
所以朕想请苏小师傅看一看，看看这天底下所有高人都看不穿的东西。这个皇帝伯伯真抠门，之前的工钱还没结呢，差评。皇帝伯伯，我先说好哦，这可是专家上门，要收咨询费的，很贵的哦。只要你能看出问题，整个国库随你开价。成交。咦，好恶心的虫子！糖糖，什么虫子？这虫子看着丑，但是闻着香辣香辣的，啊，感觉和师傅说的麻辣小龙虾一样啊，肯定巨好吃。麻辣小龙虾，给我下来！哦，这个是烧烤味的，这个是五香的，哇，还有香辣味的。这就是龙脉。哇，真好吃！糖糖，你吃什么了？这玩意儿能吃吗？快吐出来！这黑漆漆的，太脏了。糖糖，快吐掉！本王给你拿鸡腿。糖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的手粗，别把我女儿的脸刮疼了。用我的。我没有不舒服呀，刚刚那个是好吃的。啊！小的时候，曾在皇族密室看到过女娲补天图，这尾巴，糖糖难道是上古神医？难怪他能看见凡人看不见的国运龙脉，这是天意，他是上天派下来拯救大钱江山的小神仙。嘿嘿，这个糖糖啊，朕想请你帮个忙。帮忙？要收钱的哦。朕册封你为我大钱的护国小天师，味同一品，见朕不贵，还能吃鸡腿上殿，月薪黄金10万两。皇宫里所有宫殿，你看上哪座，朕就把它改成你的办公室。护国小天师，耶！糖糖有工作啦！陛下，糖糖是我闺女，她才3岁半，不是什么小天师。皇兄说笑了，糖糖担不起这国之重任，皇兄还是另请高明吧。每个月10万两黄金是多少钱呀？够买多少个鸡腿啊？能把道观后面的山头都买下来吗？小家伙那大眼睛都快要变成铜钱形状了，看来有戏啊！皇帝伯伯，当了那个护国小天师，我需要干什么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每天来这天坛帮龙脉吃坏虫子就行。每天都要来吗？最好是每天。那我还能睡懒觉吗？这个。我不要上班，上班就不能睡懒觉了。我才3岁半，正是睡懒觉的年纪，睡懒觉比10万两黄金更重要。陛下，您听见了，我女儿志不在此，您还是收回成命吧。陛下，你还是让糖糖跟我回王府睡美容觉了。放屁！要回也是回我将军府，我将军府的硬仗创对脊椎才好。粗鄙！小孩子较多，就要睡我王府的金丝软榻才舒服。唉，怎么他们又吵起来了？我可太难了。那我不去了，上班就不能睡懒觉了。我才3岁半，正是睡懒觉的年纪。哎，等等，不上班也行。糖糖，你什么时候睡醒了再来？就当是来串门，怎么样？皇帝伯伯这里不好玩，虫子虽然好吃，但吃多了也腻，还是爹爹们好，一个能打架，一个给鸡腿，关键是不用上班。
糖，龙脉竟然主动认主了，他主动与你缔结了共生契约啊！共生契约？契约？什么意思？陛下这是想强买强卖？堂堂才3岁半，他懂个屁的契约！皇兄，这事儿不妥。龙脉乃国之根基，跟一个奶娃娃绑定，万一将来有点闪失，这责任谁担？两位爱卿，真不是我啊，是他，是龙脉自己选的堂堂。共生契约说白了，就是堂堂的气息成了龙脉的饭。只要堂堂还在大前国境内，哪怕他在睡懒觉、玩泥巴，他身上散发的气息都能让国运金龙慢慢恢复。反过来，龙脉的气运也会罩着堂堂，等于给他套了个无敌金身。简单讲，在大前这地界上，他就是会行走的国运。以后堂堂的福气值直接拉满，也就是说，他不用再上班了，朕也没理由再把他强留在宫里。只要堂堂不用上班，能自由自在，别说一个共生契约，就是10个8个也不是不能忍。爹爹们，我困。堂堂累了，本将立刻带他回府睡觉。等等，将军府里天天跑操锻炼，喊打喊杀吵得很，能让堂堂睡好？我靖王府有西域软毯铺地，安静的掉根针都听得见。堂堂，跟王爷爹爹回去睡美容觉好不好？放屁！你那王府一股子药味儿，熏坏我闺女怎么办？皇帝伯伯话多，2个爹爹也好吵，我好想睡觉觉。去将军爹爹家。女儿选我了，她选我了。唉，萧爱卿，堂堂小天师有任何需求，直接拿朕的金牌办事。靖王，你也多上心，堂堂的安全就是国运的安全。嘘，别吵醒他。去，把本王那张西域暖玉床，还有全套的金丝软垫、天鹅绒被都送到将军府去。啊，王爷，那暖玉床不是您压制寒毒用的？哼，送去，告诉姓萧的，床是给堂堂的，他要是敢沾一下，本王就拆了他那破将军府。这就是我的女儿，简直就像是做梦啊！将军不好了，靖王府的来闹事了！萧将军，王爷说了，床是给堂堂小姐睡的，您要是敢碰一下，王爷就拆了您的将军府！这皇甫静真是狗皮膏药，想拿钱砸我女儿，无耻至极。将军，这床要不给靖王府抬回去？送上门的东西，岂有还回去的道理？抬进去，就搁在本将的卧房里，把我那张行军床劈了，送去厨房烧火。只要女儿睡得好，我就暂时忍忍。哇，好大的床呀，像在大云朵里一样。没想到将军府外面旧旧的，床倒是挺好的呀。堂堂醒了，来，尝尝爹爹让人熬了3个时辰的8宝肉粥，还有大肉包子。爹爹真好，简直是天底下最帅的大款。嘿嘿，虽然不太懂大款是什么意思，但肯定是在夸我吧。爹爹，师傅说京城有好多好吃的，堂堂想去看看。哼，没问题，爹爹带你横扫朱雀大街。
爹，那个唐人好好看。萧定北，你还有脸带着这个小丫头出来丢人现眼？各位乡亲评评理啊！我表哥被这来路不明的丫头迷了心，不仅忤逆祖母，还要把我们这些亲人赶出家门。这等不忠不孝之人，怎配保家卫国？萧将军居然干这种事吗？看着不像啊。可老夫人都亲自出来了，孝道大如天啊！萧将军怕是麻烦了。来人，把这小妖女给我抓起来，执行家法！我看谁敢！别吃我！别吃我！二哈说：“你别自作多情了，他才不吃呢。”咦，这老奶奶不对劲儿，让我看看。奇怪，这团黑气怎么还连接着别的地方？哎呀，不管了，先买糖人。老奶奶，你今天惹到我，算是踢到铁板啦！噔噔噔噔。那是天师令。皇帝伯伯封我为护国小天师，位同一品，谏官大一级。老奶奶，你刚才说要抓谁呀？当众辱骂镇龙小天师，老奶奶，你想造反啊？我女儿可真威武霸气啊！我说你要倒霉吧，你的钱包都要主动跑来帮我买糖人呢。伯伯，这是买糖人的钱。这可是小天师的钱，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拿呀！爹爹，我感觉这块令牌有时候比拳头好使多了。那肯定啊，糖糖最棒啦！来人，把老夫人和柳氏送回城外老宅，没我的手令，谁也不准放他们出来。好。爹爹，那个坏奶奶身上的黑气有一点点奇怪哦。怎么奇怪了？一般人的黑气是一团一团的，而老奶奶的有一根长长的线，一直连到那边的地下去了。难怪自从3年前出征回来，祖母就性情大变。原来如此。京城地下有一处地方藏污纳垢，那是3教九流汇集的地方，民间称之为鬼市。我猜黑气的源头可能就是那儿。鬼市？他们在地下摆摊有交摊位费吗？没交的话，本座身为天师可是要去收税的哦。好，等晚上爹带你去鬼市收税。爹爹，你是不是记错顺序了呀？是王管家买来的消息，真是办事越来越不靠谱。哎，你看，爹爹厉害吧？入口找到了。真当我是2岁小孩啊？明明就是误打误撞弄开的。这里面好臭啊！小娃娃，这地方可不好玩，叔叔带你去吃糖葫芦。一起动手，狗炖肉，小丫头留着卖。爹爹，你别动，让我来。按照律例，你这叫拐卖儿童罪，你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外加2哈的户主辛苦费，算你1000两银子。哪儿来的小疯子，跑到鬼市来要保护税，笑掉大牙了！天地无极，欠债还钱，顺藤摸瓜，急急如律令，去！好纯正的道术，没想到路过这鬼市还有意外之喜。赔钱，快点！现金银票都行，古董我也收。小丫头，你是哪门哪派的？小心！哎，叔叔，这些花瓣是你自己丢的吗？每次出门得带多少呀？找死！
大前的镇北大将军，不在北将打蛮子，跑来鬼市护着个小道子。萧定北，你越活越回去了。我的钱！修罗令。小家伙，你娘是不是叫灵犀？问别人名字之前要先给点咨询费的。你要是打听我娘的名字，这是秘密，得加钱。要钱？那简单啊，够不够？不够的话，爹把这整个鬼市的金库都给你抢来。只要你叫一声爹，老子这条命都给你。厉晨渊，你疯了！这是我闺女。你闺女？萧定北，你再敢多说一个字，本座今天和你拼命！你们别吵啦，子怡叔叔，看来我娘留的第3个信物是你的呀。3个信物，即便是30个、300个，把他们全杀了，不就剩我一个了？哎，别发癫了，再发癫我以后不认你了。乖女儿，你说，我们是来查案的，有一条发臭的黑线是从那个方向传出来的。居然是千魂架孽术，这可是我圣教失传了几10年的禁术，能吸活人的气运，把自己的霉运和劫柱强行转移到别人身上。乖女儿，这黑线的另一头可是大前皇陵。走，爹带你去把那皇陵给掀了。皇陵，一听就知道里面好多宝贝。将军爹爹，我们今晚要发大财啦！厉晨渊，少拿你那套疯癫做派出来显眼。皇家陵寝乃是禁地，堂堂刚刚当上护国小天师，你带他去趟这趟浑水，应该先禀报陛下。镇北大将军还真是当忠犬当习惯了。你家老太太被人下了邪术，你还要先去禀告？你不敢去，就给本座让开！左边6号摊位打坏紫檀桌案1条，80两银子，算在子衣叔叔头上。右边5号铺子摔断了百年野参1根，掉价200两，算在将军爹爹头上。别打了，谁再出手，扣除当爹积分100分，以后休想从我这儿打听到娘亲的半个字。什么是当爹积分？本天是来鬼市收税的，结果你们把人都打跑了，货也全砸烂了。这笔账当然算在你们头上，今天谁赔的钱多，谁的积分就高，以后积分最高的那个才有资格当好爹爹。乖女儿说的对，这帮老鼠跑得急，钱箱子都落下了，全都给你。糖糖看这边，爹找到一包24K 金条。不许偷懒，去闻闻哪里还有私房钱。现金优先，其次是银票，不收欠条哦。呵呵，魔教看来财务紧张啊，教主竟亲自下场捡破烂儿。厉大教主如果手头紧，本王赏你点盘缠，拿着钱离我女儿远点。哼，靖王真是暴发户做派，拿这堆破铜烂铁显摆，也不怕臭气熏着我闺女。王爷好大的排场，不过昨晚糖糖睡在将军府，早上起来也是我亲自喂的粥，谁才是亲爹，明眼人都清楚。你那破将军府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不是本王送去的暖玉床，糖糖能睡得安稳。孩子跟着你只会吃苦，你们两个蠢货，一个替人卖命，一个只知道推演天机。糖糖跟着本座回魔教，才叫自由自在。那个，其实不用吵的，你们3个都可以当我的义父，按月给抚养费，办年卡还能打9折哦。不是义父，是亲爹。切，真小气。靖王，收起你的假词，
这邪术的源头就在大前皇陵。你身为皇室宗亲，难不成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去刨你家祖坟？想尽孝道就赶紧滚！堂堂本座带走了。这邪术的源头真是皇陵。算盘从不骗人。那个人不仅搞破坏，还欠我一大笔精神损失费和办案辛苦费，账目清清楚楚。这是皇陵通行令，堂堂，如果遇到守陵军拦路，拿着牌子砸他们的脸。靖王，你吃错药了，那可是你家祖坟，没有圣旨，闯皇陵可是大罪。祖宗规矩算个屁！一群埋在地下的死人，哪有让我女儿开心来的实在？要真是那帮老不死的在底下搞什么邪术害人，本王这也是大义灭亲。想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也会夸我干得好。既然堂堂能看见这邪术的源头，我们今晚就去探个底。出发，目标皇陵，拆房子要账。我们也走吧。哼，本座先行一步，你这瘸子慢慢跟上吧。什么人胆敢夜闯皇陵？下官参见靖王殿下、萧大将军。皇陵重地，无圣旨不得擅入，这是大前铁律。让开！殿下恕罪，末将职责所在，无圣旨绝不能放行。叔叔，你挡本小天师要账的路了。大前法律有没有写阻碍天师讨债要罚多少钱呀？还是说你认不出这2块令牌？给你们3息时间退后，否则本天师要生气啦！每人罚款100两，没钱的就分期。好浓的煞气，这次的债有点不好收啊。别下死手，他们被邪气控了心智。李老魔，你敢杀大前瑞士？没死，血气大亏而已。事后喝点鸡汤补一补吧。都保护我，加10分。不过你们太慢啦，这是玄学范畴的活，物理超度太慢啦。天地无极，乾坤借法，3清敕令，万邪退尽。多谢天师救命。国运朕所助，江山朕所开，尔等蝼蚁，俯首跪拜。3个宗师境，外加一个女娲血脉的女童，吃了你们，我就能重获青春。二爬，带堂堂走！好烫！这是什么？不可能！奇怪，我明明没学过啊，为什么我能认识这些文字？本人皇甫极，
因龙脉不稳，特向女娲一脉借大宝一件以镇压国运，借期30年，逾期不还，利息翻倍，天道为证。30年，现在大钱建国都300年了，你拖欠了270年，你是个超级老赖呀！自家老祖宗居然是个欠了200年债的老赖！放肆！朕乃天子，区区一张欠条也敢阻朕重现人间，给朕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还敢抗拒执法？天道爷爷，他赖账不给钱，强制执行！朕的法力，朕300年积攒的法力，还给我！你的法力被天道扣去还至纳金了，不过你还欠我本金呢，快掏钱！朕乃95之尊，你这黄口小儿，朕诛你9族！你这老骨头还敢嘴硬？看清楚了，这可是本座的乖女儿，你诛一个试试？太祖皇帝，欠条写得清清楚楚，你不能赖账。老祖宗，您就给钱吧。这丫头要是真把皇陵拆了卖砖头，咱们大前皇室的脸面才算彻底丢尽了。奇耻大辱！这夜明珠成色不错，算你1万两。这玉如意怎么有个磕碰的缺口？残字品，打骨折。不够，这堆破烂加起来，连你欠的钱1%都不到。等等，住口！朕想起来了，那件宝物，朕还给你就是。哇，好漂亮的石头！这难道是？没错，这是上古神物补天五彩石的一块碎片。难怪大钱能兴盛300年，原来是靠这玩意儿镇压的底蕴。本金收回，利息也用陪葬品抵了。行吧，这单算你结清了。嘿嘿，收工回家，今晚大丰收呀！灵犀，娘亲，灵犀，当年为何不辞而别？谁敢逼你？本座去屠他满门！不管发生什么，大前国门永远为你敞开。灵犀，剧就免了，我这缕神念快散了。萧定北，在。乾元34年北境大雪，你军饷不够，是我掏私房钱借你买了10万件冬衣，连本带利，你现在欠我白银50万两。厉沉渊，我在。3年前你走火入魔，经脉尽断，我用了3滴女娲尸血把你救回来。你给的修罗令只抵了医药费，还剩下住院费、看护费没结，也算白银50万两。黄甫静，我在。你娘胎里带出的寒毒，我开了7个疗程的药，你当时没现钱，说后面再给我。虽然是因为我的原因逾期3年，但是利息1分不少，还是白银50万两。娘亲威武！这清晰的条理，这算账的手法，绝对是业内标杆。糖糖，娘亲的神念时间不多了，这5彩石残片，
关系到娘亲能否解开封印重塑真身。这天下共有5块残片，第1块在皇室陵寝，你拿到了。第2块，当年娘亲为了给你师父交3年的奶粉钱，抵押给了江南首富沈半城的钱庄，抵押期快到了，你得去江南把它赎回来。可是娘亲，我钱不够呀，刚才皇甫集吐出来的陪葬品加起来也就几万两，之前皇帝伯伯的月薪也没到时间发呢。傻闺女，娘亲这不是把你的提款机找齐了吗？你们3个听好了，当年欠我的债，现在全转到我闺女名下。你们谁帮糖糖拿到第2块五彩石，这笔账一笔勾销。糖糖，照顾好自己，遇到不给钱的，放2哈咬他们。灵犀，听见没有？我娘说了，你们都欠我钱呢。现在本小天师正式接管你们的债务，目标是赎回江南首富沈家的五彩石。去江南的话，我在那边有个庄子，住着了几10个军中好手，行事方便。那算什么？我磨掉的第1分舵就在江南。沈家要是敢不交出五彩石，本座连夜屠了他满门。粗鄙！沈家在江南号称半城，靠的是朝廷的盐铁专营。本王一道手谕，就能让他双手奉上五彩石。不许抢劫，不许杀人，不许以权谋私。我们要讲道理，用合法手段赚大钱，把五彩石赎回来。等等，小天师，你把我带上吧。你干什么？债务已经结清了，钱货两清，我是不提供售后服务的。老大，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老大。太祖，您是大前开国皇帝，当着外人的面叫一个娃娃老大，成何体统？大前皇室的颜面何在？闭嘴！不孝子孙！老子当年骑马打天下的时候，你爷爷的爷爷还不知道哪儿呢，轮得到你来教训我？我问你，我大前皇室祖训第1条是什么？言而有信，一诺千金。哼，那就是了。我刚才可是抵押了所有身家才还清债务，但我堂堂大前太祖，能让人说我用破烂抵债吗？必须得跟着老大，给老大找绝世宝贝，彻底把这笔账抹平。哼，你们这些蠢货根本不懂。刚刚五彩石激发的时候，堂堂身上溢出了一丝女娲血脉气息，我就是闻了一下，我这干尸躯体竟然地生出了一些活力，比吸着皇陵里的龙气好用1万倍。我现在没有法力，要是留在皇陵，保不齐哪天就被盗墓贼给切了。跟着这个小姑娘，说不定还能重回巅峰。颜面算个屁，活下去才有输出。靖王殿下，你家老祖宗倒是比你识时务，我看不如你把这个王爷的位子让给他做算了。堂堂，这老怪物底细不明，但是怕有祸患。胡说，老大，我很有用的。江南那破地方，300年前我御驾亲征过，那里的山川、道路，还有各种藏宝地，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哦，这么说，你还会寻龙点穴？不仅能寻龙点穴，我还能看风水变古董。就算那些富豪世家把宝贝埋在茅厕边上，我也能闻出来。那你需要包吃包住吗？我不用吃，吸点天地灵气就行，也不用住。晚上我打地铺，实在不行我睡房梁上也行。唉，我皇家的脸面要丢光了。行吧，本小天师就勉强收下你这个小弟。不过我有几个规矩。没问题，
老大您吩咐。第一，把你的脸遮起来，太丑了，影响本座这护国小天师的形象。这好说，我有一个易容面具。第二，以后不许叫我老大，要叫我苏总。好的，苏总，没问题。苏总。第三，你要是敢背着我偷拿一个头板，我就让二哈把你当大骨头啃了。不敢不敢，借老夫10个胆子也不敢。那好吧，你以后就是我的小弟啦。先实习3个月，表现好了就转正。多谢苏总，多谢苏总。恭喜乖女儿，喜提300年的僵尸小弟一名。既然决定了，那就回京城，我们连夜出发江南。好耶，去江南啦！太祖，希望您到了江南，要记得自己的身份，别丢皇家脸面。少拿身份说事，我现在是苏总的员工，苏总现在是你的债主，以后见我要尊敬点，不然我就让苏总去催你债。糖糖，你看这景，正所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爹爹教你念诗，以后回了京城，也能在那些公主小姐面前露个脸。不听，王八面筋，我才3岁半，我还没到学古诗的年纪呢。二哈，鸡腿给你。唉，皇室的6公主才2岁半，都能背千金文了，这丫头一点书都不想读，定是被那2个匹夫影响了。哼，靖王，省省吧，糖糖可是要在江湖上混的，学你那些酸腐诗词能当饭吃？等到了江南，我教他萧家36路天罡拳，那才叫霸气。天罡拳，打个人还弄得满手是血，脏不脏？乖女儿当然要学我的吸星大佛，抽干敌人的真气，干净利落。3位，别吵了，喝茶消消气。江南路远，伤了和气不值当。唉，太祖皇帝怎么就变成我女儿小弟了？这辈分乱的。我看这天快黑了，3位还是早点休息吧，晚上由我来守夜。那就麻烦前辈了。有人劫船，来得正好。本座的万魂符还缺生魂呢，看来江南此行不太平啊。让我来！3个大男人抢什么抢？苏总在里面睡觉，这帮臭鱼烂虾敢来吵他，活得不耐烦了。一个浑身龙气的僵尸，还有3个宗师高手，这船上拉的是什么阵容？我这算是误闯天家了吧？坑爹的沈家，老子不干了！谁呀？大半夜的叫唤，吵死了！咦，居然还有夜宵主动上门。说吧，谁派你们来的？大半夜吵本小天师睡觉，还想凿我的船？不说的话，就别怪我要出动二哈了。说吧，谁派你们来的？大半夜吵本小天师睡觉，还想凿我的船？不说的话，就别怪我要出动二哈了。我说，是江南首富沈半城，他花10万两白银，让我们在鬼剑愁劫杀这艘官船，一个活口都不留。哼，一个商人居然知道我们的行踪，看来沈半城是活腻了，沈家已有取死之道。多少？10万两白银买我们一船人的命，看不起谁呢？一个镇北大将军，一个王爷加上一个魔教教主。对了，我小弟是大前太祖，我还是护国小天师，这一船的人加起来才值10万两，
这简直是对本天师能力的严重侮辱。这笔账我记下了，精神损失费、名誉补偿费50万两起步。沈家敢少一个铜板，我就把沈家大宅拆了卖。小姑奶奶，沈家不好惹啊！沈半城供奉了一位邪修老祖，据说那位手段极其残忍，江南的玄门正宗都不敢惹他。老祖有多老？能比老夫这个太祖老吗？正好，本座的吸星大法很久没吸过高手的真气。哼，大前境内敢私下供养邪修，按律当满门抄斩。有邪修老祖坐镇，太好啦！邪修肯定有很多不义之财。走，我们回去商量一下怎么收债。沈家收债项目第一次碰头会正式开始，大家轮流发表一下想法吧。你们谁先来呀？沈半城胆大包天，雇凶劫杀本将的闺女。要我说，调上3000精兵，把沈家大宅团团围住，将亲自把沈半城那颗脑袋摘下来，给堂堂当球踢。萧定北，收起你那套军痞作风。沈家富甲天下，他敢杀人灭口，必然已经做好了毁灭证据的准备。你带兵入城，若是搜不出证据，定会被大小官员参奏，坏了堂堂的名声。更何况那沈家供奉的邪修还没露面，那邪修肯定有所准备。你那些普通士兵冲进去，不过是给人家送人头罢了。吵什么吵？本座今晚就带着魔教分舵的人，再上风口放几瓶断魂散，事后把沈家人挂在江宁城的城头上吹风。至于那什么邪修老祖，难道会是我们敌手？唉，这3个爹一个比一个暴力，能不能学学我，讲究点经济效益？爹爹们，杀人是不对的，人死得太快，钱就不好要啦。沈家那么有钱，要是把大宅子拆了，古董弄坏了，那多浪费啊！苏总，小弟有个主意。说，这水鬼不是沈家雇的吗？咱们给他下个傀儡禁制，让他先回沈家报信，就说官船已经凿沉了，船上的人全部喂了鱼。沈半城听到这消息，必然会志得意满，放松警惕。等他们防备最生懈的时候，咱们再进城。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错不错，你很有长进嘛。本天师宣布，鉴于你献策有功，之前的考验期限减免半个月。多谢苏总赏识，小弟一定再接再厉。那便依此计行事。不过还有一件可疑事，这沈家已经富甲天下，为何不请玄门高人，反而要供养邪修？难道仅仅为了除掉竞争对手？苏总，还有3位。之前那女鬼提到沈家供奉的邪修老祖时，老夫感受到了一股很讨厌的味道，那种气息不像是大前本土的邪祟。哦，那是什么？东瀛阴阳师。300年前，老夫御驾亲征，在东南和他们交过手。他们练的功法阴狠毒辣，擅长操纵势阵。刚才那水鬼身上的气息，跟那帮孙子一模一样。沈家居然勾结东瀛人，他这是想通敌叛国？恐怕不止，他们想要的也许是那块五彩石。五彩石镇压大前龙脉，若是东瀛人通过沈家这颗棋子把五彩石污染了，大前不出3年，必然天灾不断，国运枯竭。到时候这大好江山可就不保了。想打石头的主意。那是给娘亲解开封印用的，谁敢拿，我就让他知道本小天师的厉害。小弟，动手，给那个红衣姐姐下禁制，让她先去回话，我们明天下江南。靠着本天师的幻物咒，我们已经成功抵达江宁啦。关于我们沈家讨债项目的下一步开展，小弟，你记一下，我做如下部署。小弟，你记一下，我做如下部署。将军爹爹，你的人换上便装，潜入沈家周围打探消息。皇叔爹爹，动用你的暗卫，把沈家的暗哨都给我拔了。教主爹爹，你的人守住路口，要是跑掉一个东瀛人，我就扣你积分。
小弟，你的任务最重，沈家的宝库在哪里？你得给我稳准了。要是少了一个金元宝，实习期加倍。苏总放心，老夫这鼻子比二哈都灵。安倍桑，你说我们的计划能成功吗？沈桑，你弟不必焦虑，想必此时那官船已经沉入江底了。再过3日，我的天照大阵便能彻底开启，届时大前的3分龙脉将为我东瀛所有。大师，我听说官船上可都是顶尖高手，万一……没有万一，我在那水鬼身上加持了炎灵术，在这江南无人可破。大师得手了，官船已沉，尾款什么时候结清啊？好，好，大师果然神机妙算。等等，你的身上为何有酒的味道？小弟，闻到了吗？是金钱的味道，还一种想让人揍扁他们的臭味儿。苏总，这沈家地下有古怪。怎么了？怎么了？地下有个极其恶毒的法阵，叫吞灵锁龙阵。这阵法正在疯狂抽取大前东南龙脉的气运。老夫刚才靠近，他连我体内的太祖本源都想吸走。这是纯正的东瀛邪术。那就直接动手，把院子一起推了，不要乱来。强行破阵会引起龙脉震荡，如果引发地震，百姓怎么办？别着急，让我看看。哇，好多煞气啊！想吃？我们不进沈家了，直接从这里挖下去破阵。苏总英明，这叫直捣黄龙，还能避开地面守卫。二哈，开弓！八嘎，你的身上的酒气是大前的宫酒味道，你骗我，船根本没沉。好吃，陈自动的自助餐。该死，有人闯入了阵法，还在吞噬我的煞气。东瀛老鼠，敢在我大前疆域动龙脉，拿你的命来填！大前的高手，你们想破我的阵法？笑话！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东瀛最伟大的式神！小心，这是东瀛邪神八岐大蛇的投影！什么丑东西，也敢在本座面前亮相？萧定北，别跟我抢表现机会！放屁！堂堂看着呢，怎么能让给你？你！别乱动，马上就熟了。哇，爹爹们，你们闻，这味道特别香，和炭烤鱿鱼一样。快把剩下的头也砍下来，我全烤了。我的式神大东夷的信仰图腾就这么死在这群大前人手里，甚至还被那个3岁小孩做成炭烤鱿鱼，欺人太甚！既然你们找死，那就一起在这江南陪葬！去！大前东南龙脉一入我手，我便用你们自家的龙脉将你们彻底镇压！大前东南龙脉一入我手，我便用你们自家的龙脉将你们彻底镇压。这是国运压制，凡是大前臣民就会受制于龙脉。我是宗师境的真气完全提不上来。拿老子当年亲手定住的龙脉来打老子！
你算个什么狗东西！不愧是大前开国太祖，大前龙脉真正的奠基人。乖，这孙子偷了你的气运，去咬死他！不可能！龙脉为何不听我号令？苏总，您看小弟这波操作还行吗？没给咱们团队丢脸吧？不错不错，保镖工作做得很到位，给沈家搞破坏的坏蛋被打趴下了，沈家的财产顺利保住。这是本月优秀员工奖金，收好哦。苏总大气，苏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行啦行啦，别在这拍马屁了，搞钱要紧。二哈，小弟，爹爹们，反派已经打完啦，现在进入最重要的一步，跟本天师去抄沈家的金库。这沈家金库的锁有点奇怪啊。装神弄鬼，使不得，千万使不得！这大门有什么玄机吗？这是东瀛的玉碎阵，这玩意儿不是防盗的，是用来同归于尽的。这阵法连着里面的空间结构，一旦遭受外力强行破坏，阵法就会瞬间引爆。这么危险，那沈家人怎么进去？只有布阵的阴阳师手里的咒语能开。那孙子刚才已经变成渣了，招魂都招不出来。阵法一旦引爆，里面的财宝都会被狂暴的空间乱流搅成飞灰，连个铜板都剩不下。我的钱，我的鸡腿，全都没了。不行，想赖账不可能。阵法什么的我不管，但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江宁沈家雇凶劫杀本天师，致使本天师精神受到严重创伤，睡眠质量急剧下降。经核算，沈家需赔偿我精神损失费、误工费、惊吓费及违约金，共计白银5万两。今日以沈家宝库大门抵债，合法合规，天道为证，因果结清。这扇大门现在归我了。闺女，爹给你装钱。太慢了。三位留2块金砖，让我表现一下啊！嘘，走，去看看，小心有埋伏。等一下，别杀我！英雄，小神仙，救命啊！我才是沈半城，外面那个是假的。你说你是沈半城，那外面主持大局的又是谁？那是假的。半年前，那东瀛邪修找上门，说我沈家宅子位置好，气场佳，要买下来，我不卖。他就买通了我的表弟，用邪术把表弟变成我的模样，还把我软禁在这密室里。这半年来，沈家所有的生意都是那个假货在操控啊！小姑奶奶，各位好汉，只要你们救我出去，这金库里的藏品，我一分不要，尽数给你们。真的全送？我刚刚算了下，这胖子没撒谎，这下赚大了，还能做好事攒功德呀！送，绝对送！这宅子也一并相赠。好嘞，成交。
小神仙，既然诸位是来寻宝的，有个消息必须告诉你们：这金库里装的都是俗物，我沈家真正的秘宝是一块3年前抵押来的五彩石。五彩石？对，那石头本来存放在宝库里，但我被软禁进来之后，隔墙听到那个假货说要把五彩石带回东瀛。不好，他们想趁乱盗走五彩石，彻底破坏国运，让此地再无宁日。糖糖，你试一下能不能感应到五彩石的位置？我试试。是江宁东郊的远洋码头，大钱的水师、商船都在那儿。他们已经登船出海了。偷我的石头还想跑，门儿都没有！二哈，追！爷爷们，带上钱，下海去打东瀛小怪兽啦！大船要跑了，我的石头，我的钱，二哈快追呀！军港重地，谁敢乱闯？哪儿来的野狗？打出去！东瀛人的船在前面跑，你的战场船趴在港里当乌龟。去调一艘追风舰出来，本将要去拿人。哼，你算哪根葱？也敢来指挥我？我可是江宁水师提督赵德珠。来人，把这说胡话的疯子绑了，丢海里去！萧定北，你大钱的兵挺有意思，要把你这个大将军喂鱼。大将军，且不说你是假的，就算真的来了，我也有理由的。现在战船都在检修，防水板都拆了，根本下不了水。大钱铁律，战船不得一起检修，要留一半以防不测。赵提督，你是忘了规矩，还是故意为之？王爷饶命，恰好船都坏了。你撒谎，你身上全是铜臭味，还是刚拿到的横财。战船分明是你下令拆的，你拿了假沈半城的钱，故意拖时间。下官清廉，绝无横财。小弟，去闻闻他的钱在哪儿。苏总，这味道冲天了，就在他后院的地窖里，是黄金和珍珠，味道新鲜着呢。你胡说，那里只有过冬的白菜。定身符，不许动！哼，罩得住。本天师看看你到底罩不罩得住。小弟前面带路，我们去搬白菜。哇，不少啊！4箱金条20万两，加上2箱东海珍珠，一共40万两。耽误我们的出海费，正好补上。钱收完了，但我们怎么去追坏蛋呀？战船的木板都被拆了。无妨，本王之前在秦淮河有一艘游船，来之前专门让工部加固改装过，可以下海，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哇，还是皇叔爹爹靠谱呀！不就是有钱吗？靖王殿下既然有这么好的船，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害得我们家乖女儿被那胖子耽误时间。好啦，几位爹爹都很棒的。走啦，我们回去码头坐豪华游船吧。堂堂号前进4，还差1点就追上啦。秃鹰门桑，后面那艘船快追上来了，你这时候减速干什么？神桑，格局小了，在大海上没人能逃过深海巨兽的狩猎。他们既然急着投胎，我就送他们一程。爹爹，那个假沈半城和一个穿黑衣服的家伙在一起，那个黑衣服的还吓我。前方是深海区，他们故意减速等我们，水下必有埋伏。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埋伏都是笑话。只要距离够，本座能把那艘破船打穿无数窟窿。安静，来了。苏总小心，
底下好重的阴气，是个大家伙。愚蠢的大前人，这是我召唤的深海巨兽，乖乖沉入海底去喂鱼吧。这波表现分必须拿下！这么大一只，烤熟了得吃多久啊？不对，我是来讨债的。嘿，大章鱼，谁允许你在航道上非法乱停的？哟呵，还敢暴力抗法，罪加一等！超宽超重，堵塞航道，罚款2万两；乱排乱放，破坏环境，罚款3万两。现在还敢抗拒执法，态度恶劣，罚款翻倍，一共10万两。想来你也没有钱，先算在那个黑衣服的头上吧。这片海归东海龙王管，他可是正儿八经有编制要打卡上班的。有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搞破坏，他能忍？龙王爷爷，快出来干活啦！有人砸你场子！女娲后人的气息。这是龙王大人的气息。完蛋，这个人类又在惹不起。那个阴阳师害我得赶紧反水。住手！快住手！你是我召来的，你要干什么？瞧，我就说龙王爷爷最爱岗敬业了，乱丢垃圾的坏蛋就得被举高高，让大家都看看。爹爹们，坏蛋被章鱼怪控制住了，我们快过去收过路费和罚款吧。小场面。爹爹们表现完美，都加10分。二哈，我们走。喂，你召唤的章鱼怪被罚款10万两白银，现在正式告知你哦。对了，我只收现银或者值钱的宝贝。我宁死不屈，我没钱。穷的只剩嘴硬啦。五彩石没钱，那就拿你怀里的盒子抵债。这紫檀木成色还不错，勉强能抵这次罚金啦。东西交出去，回国也是死路一条。休想！你们大前人休想独占神物！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苏总，搞定！拿来我看看。这是天照大神的诅咒封印，触发了封印，你们都别想活！找死！滚开！没用的，这是魂体诅咒，凡间5道真气怎么可能挡得住？不懂规矩，敢给我的存钱罐上锁，这是对一个财迷最大的侮辱。给我
东翼帝国最禁忌的封印，连一剑都没扛住，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喂，密码锁已经拆了，现在算总账。之前已经罚款10万两，又在我的存钱罐上加锁，还用诅咒吓我，加倍罚款20万两。你这艘破船折算1万两，一共欠我19万两，怎么给？杀了我！大东夷的武士绝不低头。再说我也没钱。乖女儿，爹把他挂起来喂海鸥。那也太便宜他了。本座的万魂仆还有空缺呢，还是直接下诏狱吧，审问一番。唉，爹爹们，你们太暴力了，怎么实现收益最大化？师傅说了，没钱不要紧，可以劳动抵债，没钱就给我打工。你以后就是清风观东海养殖场的1号员工，你配合他，每天去海底捞点海鲜啊、珍珠啊，还有沉船宝藏上来。什么时候凑够了罚款，你才能上岸，听到没有？我堂堂东瀛高阶阴阳师，现在要去海底捡贝壳。八个士可杀，抗议无效。章鱼包工头，带他下海开工。明天早上我看不到收获，扣你工资哦。不，等等，爹爹们快点，过了前面那个弯就到我们清风观啦。我跟你们说，我师傅可惨了，他为了养我，天天吃糠咽菜，那大殿的柱子漆皮都掉光了。现在我赚了钱，一定要给祖师爷修个大大的金顶。老道长高风亮节，没说的，这修道观的钱就由我将军府出。你那点钱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本座这就让魔教西南分舵运10彻金丝楠木过来重建大殿。等重建好了，我让皇上下旨，把清风观列为皇家道观，保证香火不断。哎呀，师傅知道了，一定会感动的哭出来吧。果然清苦。奇怪，哪来的肉香味？难不成有山贼占了道观？二哈，破门！小糖糖这会儿估计还在山下吃苦吧？这丫头也是傻，他娘当年留下的那张50万两的银票，够老道我吃8辈子了。还好我机智，装穷把他忽悠下山，这样他那份伙食费也省下来了。没米了，要把二哈炖了。师傅。糖糖，你怎么回来了？那啥，为师刚才在做梦。哎，对，这是为师修为高深，做梦显现出的幻象。幻象你个大头鬼啦！老骗子，还我奶粉钱，还我童年！爹爹们上，放二哈，给我咬他！乖徒儿，师父错了，师父那是为了锻炼你的心智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啊！骗鬼呢！3年前，我娘留下白银50万两，按钱庄最低的年息3分计算，3年利息就是4万5千两。这3年，你让我每天打扫院子、劈柴喂狗，雇个丫鬟还得2两银子1个月呢，3年72两。你骗我下山，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精神创伤，这叫精神损失费，算10万两不过分吧？本金、利息、误工费、精神损失会加罚款，总计白银80万零72两，抹个零，收你100万两，给钱。抹零是往上抹的吗？怎么？你有意见？没意见，我全给。哎呀呀，原来师傅才是这个山上最有钱的人，这波血赚啊！看在咱们师傅一场的份上，这道观就不拆了。爹爹们，我们走。徒儿啊，你把钱都拿走了，师傅以后吃什么呀？师傅别怕，这2馒头是我出门的时候带的，本来是怕二哈路上饿了，现在留给你凑合着吃吧。二哈，我们回家。造孽呀！
反派打完啦，现在就是开宝箱的时候啦。灵犀，糖宝，干得不错。娘亲，我拿到第2块五彩石啦。娘亲看到了。但是糖宝，你现在搞到多少钱了？很多很多哦，小弟的陪葬品，沈家的小金库，再加上刚刚的，差不多500万两吧。怎么样，娘亲，我厉害吧？不够，差太远了。灵犀，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需要这么多钱？我以身镇压乾元大陆地脉裂缝，肉身石化，想要逆转封印，重塑真身，需要2样东西。第一，集齐散落的5块五彩石残片，重铸补天神石。第二，需要10亿两白银等值的气运之材，作为重塑肉身的能量。10亿两！娘亲，怎么突然要这么多钱啊？我回去让皇帝伯伯多印点银票给你。傻闺女，刚印出来的钱可不行，得是在市面上流转过的才有用。我要的是在人间经过无数次流转，沾染了万家因果的气运之材，上面附着的众生愿力才是修补我神魂的根本。所以不能抢，不能偷，要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赚，否则会带有怨念，对我不利。难怪苏总这么喜欢搞钱，原来是要救世啊！糖糖，娘亲的这缕神念，时间不多了。第3块五彩石的线索我已传给你，它就在西域沙海国。记住，5块石头，10亿两白银，缺一不可。救我娘亲需要10亿两白银，大家都想想办法吧。10亿两，这钱足够我养100万铁骑，把北境的蛮族部落来回离上10遍了。要不我带兵去把南洋那几个不听话的小国都抢一遍，就说是他们蓄意挑衅，咱们评判的战利品不就合法了吗？粗鄙！你那是战争，一场仗打下来，人吃马脚的本来就花得多，如果有些死伤，国库还得倒贴抚恤金。再说了，灵犀要的是沾染人间烟火的气运之材，不是你从尸体上扒下来的金子。那你说怎么办？皇室在江南有积攒300年的产业，盐矿、铁矿、丝绸庄，如果全部变卖，应该能凑出2、3千万两。只是动静太大，会引起朝局动荡，而且剩下的缺口依旧是天文数字。磨磨唧唧瞻前顾后，10个亿很难吗？我魔教教众10万，产业遍布大前，从青楼酒肆到镖局赌场，每年盈利至少也有800万两。大不了我把整个魔教打包卖了，教主之位8000万两起拍，价高者得。我就不信江湖上那些想当武林至尊的伪君子会不心动。狠，太狠了！为了给女人凑经费，连祖宗基业都要卖。这爹虽然疯，但是个实在人，回头可以给他加点分。不行，不行！魔教若是落入歹人之手，天下必将大乱。厉尘渊，要是没了你，谁去治和武林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都别吵啦！娘亲不是说了吗？第3块石头在沙海国，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下一站的 KPI 就在那儿，说不定那个沙海国的国王就很有钱呢。好，那就先去西域，我这就飞鸽传书，调派西境大营的探子，先行摸清沙海国的底细。本王也让暗卫即刻启程，绘制一份西域的商路图和势力遍布图。哼，我魔教在西域的分舵，早就把沙海国王有几个小老婆都查清。吹什么牛？你魔教什么时候在西域有分舵了？哼，我说有那就是有。唉，又开始了。就这样，堂堂号拖着缴获的东瀛战船全速返航。都让开，都让开！
沙海国商团办事，闲杂人等速速回避。哈哈哈哈！穷鬼们，拿了钱就把路让开！喂，你们几个，还有那只笨狗，没听到吗？还不快滚！正愁11两的 KPI 没地方下手呢，这不就来了个自动提款机？给我站住！哈哈哈哈！哪来的小东西？脱奶了吗？也敢拦我们的路？小娃娃，地上有金子，快捡了去买糖吃，别在这碍事儿。谁要你的臭钱？沙海国使团是吧？本天师现在正式通知你们，你们违法了！这小道女在说什么胡话？第一，在公共场所随地乱扔金属废品，严重破坏环境卫生，造成公共秩序混乱。根据《大前环境与公共安全法》，反正就是要罚款。第二，你的骆驼刚才踩到本天师的影子了，影子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你这属于故意伤害罪，得赔偿我的医药费。第三，你们恶意炫富，诱导大前子民产生攀比心理，败坏社会风气，也对我纯洁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这笔精神损失费必须加倍。不愧是灵犀的女儿，这碰瓷啊不，这执法的专业程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疯了，这小丫头疯了，跟她废话什么？直接撵过去！直接撵过去！找死！怎么回事？动不了！我的手！几个人不一般啊，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人吗？看来这些金币没人要啊。金币我先没收充公了，作为罚款的首付。乱扔垃圾罚款1万两，踩我影子医药费5万两，败坏社会风气罚款10万两。去掉首付，你还欠我12万8千两白银，怎么给？休想！我沙海国人从不屈服。哟，不想交钱啊？没关系，你们不是从沙海国来吗？我们正好也要去那边。本天师决定亲自押送你们回去，找你们国王把这笔烂账结清。咦，你这块宝石身上怎么有股跟我家石头很像的味道？说，你们沙海国的国王是不是也有一块会发光的五彩斑斓的石头？放手！你再乱动，我的刀可不留情。哈哈哈哈！这是我沙海国的护国图腾！哈哈哈哈！这是我沙海国的护国图腾！你们大前人袭击使团，破坏邦交，现在割让码头给我，再赔偿本使100万两白银，否则我就让他踏平这里。拿只虫子在苏总面前显摆，这西域人活腻歪了。别动，都是我的！这么大一只，烤熟了够吃3天的。动手！
味道有点淡啊，下次记得多撒点孜然和辣椒面。现在咱们重新算账，你非法携带危险动物，当街纵容动物行凶，破坏地砖和空气质量。最重要的是，你这丑虫子长得太倒胃口，影响了本天师的心情，精神损费翻倍，一共300万两白银。现银还是干活抵债？敲诈！这是敲诈！铁阵冲出去！妄想！在我大前地界动刀，掂量过自己有几斤几两吗？沙海国使节，礼部记载，西域纳贡11国，可惜沙海国不在其中。你们私自越境，按大前律法，杀无赦。求大前高人救救沙海国！休想用眼泪来道德绑架本座！只要各位能拯救沙海国，我国整个国库双手奉上。休想用眼泪来道德绑架本座！只要各位能拯救沙海国，我国整个国库双手奉上。哦，这位大叔，你先擦擦脸，别急，有什么困难跟本天师说，本天师专接大单子，你慢慢说。我叫阿史那，沙海国禁卫将军。半年前，一个黑袍妖人带着一块发光的石头来到王都。第3块五彩石没跑了。妖人被国王封为国师，他在王宫地下设下血阵，拿五彩石做阵眼，抽取沙海国的气运。王都变成死城，国王被囚禁。我带着残部卷了点金银，拼死逃出。我知道凡人对付不了妖怪，我沿途撒钱惹事，就是想试探大前有没有能对付妖法的真高人。若让那妖人抽干沙海国气运，西域诸国都会生灵涂炭。这单活本天师接了，咱们在商言商。第一，事情完结，那块石头归我。第二，国库追回后，金银珠宝我们3期分账。当然了，是我7，你3。不愿意？那算了，我还有事儿呢。我签。10个亿的目标，这不就有着落啦？阿史那大叔，以后你就是西域项目部的向导了。厉爹爹，把绑着的新员工都放下来。小弟，去准备食物，搬上游船。好的，大小姐。萧爹爹，皇叔爹爹，准备出发。目标沙海国，打怪，搞钱。二哈，你的毛太厚了，简直是个移动大火炉。前面就是月牙泉绿洲了。小姑奶奶，诸位英雄，咱们去那边歇歇脚。走快些，别把糖糖热坏了。糖糖，去装点水解暑。阿史那，你这沙海国的叛徒，竟敢勾结大前人回来送死！小心，是国师手下的沙暴刺客，他们能在沙中借力，刀法诡异狠辣。大前人，哼，这片沙漠就是你们最好的坟墓。交出阿史那，还有国库阵法钥匙，可以留你们一具全尸。爹爹们，他们出来打架居然带这么多宝贝，这是炫富行为，严重刺激了本天师纯洁幼小的心灵。闺女说的对，出门带这么多宝贝，太危险了，我们帮她保管一下吧。
糖糖，这西域的工艺还是粗糙了些，回去爹爹给你重新打一套金饰品带着玩。你们两个怎么如此磨叽，丢人现眼！哇，拯救娘亲的任务又完成了一部分，真是可喜可贺呀！拯救娘亲的任务又完成了一部分，真是可喜可贺呀！哼，还是本将军的刀法最实用，一刀下去，该掉的都掉了。粗鲁，你那叫暴力拆解，本王的手法才叫艺术。哼，你们两个加起来，有本座搜得干净吗？贴身私房钱都给他们抖出来了。哎呀，怎么了，糖宝？被金子硌着了？不是，让我算算。这钱有毒，全是哭脸，没有一个笑脸。这些钱都是被刚刚的坏人抢走的，这样的钱只有怨念，没有半点气运。娘亲要是吸收了，会肚子疼的。岂有此理！看我毁了他！将军且慢，苏总别气，在小弟看来，这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天大的好事啊！这叫不良资产重组。这些钱现在是不能用，但我们只要把它还给施主，施主们一高兴，肯定会感激的回赠吧。这不就是最纯正的气运之财吗？小弟说得好，阿史那大叔带路，咱们去寻找施主。国师大人告诉我们，苦难是净化灵魂的火焰，你们失去的财物是替你们挡掉了更大的灾祸。只要虔诚祈祷，国师大人必将降下神迹，赐予你们永恒的安宁。他是国师的副手，擅长在人绝望时收割信仰。看，是叛徒阿史那，就是他勾结外人引来了魔鬼，才让我们的村庄遭受洗劫。他现在又带人回来了，一定是想把我们赶尽杀绝。二哈，倒垃圾！这些东西是我们从沙暴刺客身上缴获的，你们自导自演，先派人抢夺财物，再回来骗取信仰。一派胡言，这是污蔑！污蔑！本天师今天就给你算笔明白账。这些是财宝上附着的怨气，现在报应来了！不！黑石村全体村民，多谢小天师救命之恩。二哈，去把这些东西都退还给叔叔大娘们。看什么看？本天师可是有职业操守的，这些是他们的钱，我要是拿了，那跟那个坏神棍有什么区别？本天师要赚，就赚那种正经钱。哈哈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我萧定北的闺女，拿得起放得下，有将帅之风。哼，麻烦还得本座亲自动手发钱。名正言顺，方能气运长流。糖糖，你这买卖做得极高明，小天师对我们是救命之恩，这谢礼你一定要收下。小天师，这是我的，不多，您千万别嫌弃。嘿嘿，这下上面的味道对了。阿史那大叔，别愣着啦，下一站咱们去哪儿搞？哦不，去哪儿救人呀？将军，快！国师发现您带人回来了，他在王都召开了祈福大会，要拿全城百姓祭天。敢私自祭天？问过本天师了吗？爹爹们，小弟，那国师未经批准开展祭天活动，必须狠狠地教训一顿。大叔，前面带路，我们去王都。哇，这王都也太豪华了吧！
别被这些表象骗了。这些金银都是这半年国师让百姓自愿献上来的。二哈，快点！那个房顶上是不是镶了红宝石？走近点，让我看看。伟大的神明赐予我们永恒的富足，我愿献上所有。师傅说过，真正的神仙不收穷人的钱。苏总说的对，这不叫祈福，这分明是割韭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走。里面的人听着，清风观讨债办，奉命查账。沙海国国师是吧？你涉嫌大规模制造假冒伪劣资产，恶意污染金融市场，限你立刻停止非法活动，并支付我方300万两金币清洗费，否则后果自负。有意思，很久没人敢这般放肆了。禁卫，上！这是国师的禁卫，比之前那些刺客强10倍。爹爹们，干活！今天谁表现最好，今晚加1只鸡腿。本王进城之前研究过王都的排水图纸，这样省时省力，不弄脏闺女的手。耍这种小聪明，丢不丢人？敢对我闺女亮兵器，先掌嘴300，磨磨唧唧。唐宝，怎么样？谁的表现最好啊？大家的表现都很好，可是鸡腿只有1个，不够分呀。一人1口，轮着啃。有意思，3位大宗师联手，实在难得。可惜终究只是凡人。凡人们，见识一下神的力量吧！流沙吸金大阵，起！这才是祈福大典的真相，准备把国民连财带命一起吸干。蛮力破不开，阵眼是那根权杖，法力封锁极强。继续挣扎吧，你们多耽搁一刻，他们就多衰老1年。这些钱是村民们心甘情愿回赠的，你居然想抢走？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钱！敢动我的钱，你死定了！敢动我的钱，你死定了！怎么回事？3位恩公，趁现在打破屏障啊！
你不懂，唐宝的钱被抢了，现在他暴走了。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别挡在他前面了，免得被他一起揍。把我的钱还给我！不可能！怨灵束魂咒！蠢货，拿煞气对付他，这是生怕他没吃饱。呸！难吃死了，又干又柴，退！不，我的大阵，我的法力，我和你拼了！本天师不管你什么大阵，给我破！把钱吐出来，不给是吧？我让你吸我的金币，我让你吸村民伯伯的香火钱，我让你吸我呀！三位恩公，你们平时就是这么教导孩子的？我闺女自然武德充沛，这叫将门虎女，这一看就是跟我学的，对仗清晰，分毫不差。你们两个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也就比我多认识几日，哪来的功夫教导？一个没少，算你识相。是娘亲的石头，娘亲的石头怎么长在这丑八怪脑袋上？唐宝，别碰！这老东西修邪法，身上脏得很。可是那是娘亲的石头呀，要拿回来。拿肯定要拿，但不能让你亲自动手。这是天山冰蚕丝，极度锋利，本王只需轻轻一弹，就能精准切开它的眉心骨，把石头完好无损地挑出来，不见血，不沾手，干净利落。黄甫静，你的手法太粗糙了。石头镶嵌在骨肉里，切开必然有血溅出来，万一血星子溅到糖糖的衣服上怎么办？本座的化血神针刺入他的百会穴，能在3息之内将他全身血肉化为脓水，到最后只剩下一副枯骨和那块干干净净的石头，这才是绝对的无菌操作。化成脓水？你嫌这广场味道还不够重是不是？别恶心我闺女！我用真气包裹刀尖，直接把那块皮肉连着石头挖出来，用罡力震碎血肉，一点残渣都不会留。你的方法不行，听我的。谁说不行？我的才是最好选择。你的招数太血腥暴力了，瞎扯！放我下来！本天师的时间很宝贵的，1秒钟几十万两上下呢，没空听你们吵架。本天师的时间很宝贵的，1秒钟几十万两上下呢，没空听你们吵架。吃我一盘！这下石头干净啦。看吧，这不就拿到了吗？轻轻松松。啊。没错，那些是我们沙海国的国库。
该死的妖人把国库的财宝转移到了地下水牢，还把陛下囚禁在那里。阿史那大叔，带路，我们要去执行收账程序。什么？收账？收什么账？就是沙海国欠我的账啊！你之前签字的合同还在兜里呢。当时说好了，本天师抽70%，还有那个妖人破坏广场地砖的赔偿费，以及刚刚清洗五彩石的费用，都得国库里扣。唉，只要能救出陛下，别说70%，就是全拿走我也认了。快走快走，去晚了万一钱长腿跑了怎么办？糖糖，慢些。地图上显示，那水牢周围布置了极强的防御法阵，而且那个水牢里的气息不太对劲。除了那个国王，水下似乎还有别的东西。管他水下藏着什么东西，敢挡本座闺女收账的道，本座就让这地下水牢变成她的坟地。出发！谁敢欠我闺女的钱，先问问我的刀！大叔，国库要从这里进去吗？就是这里。国库大门被妖人施法震塌了，这是小路。这下好了，看起来咱们这账还得先打一架才能收。这不是普通的妖兽，我先下去。莽夫，下面空间狭窄，别把地宫震塌了。本座用真气把它拖上来。这下面是沙海国的地脉阵眼，还是先定住地脉再做打算？都让开！挡我发财，管你是什么，都要挨揍！藏宝！这地下居然这般宽阔，真是别有洞天。那边有情况。招财金蝉，那妖人国师想必是用活人献祭，强行控制了这上古瑞兽，充当吸金阵眼。看那背上的黑气，献祭数量不少啊！陛下，国王陛下在那边。这金蝉煞气入体，已经不是瑞兽，小心！找死！李姐姐别急，让我来，给我退！真乖。咦，你肚子里好多财宝啊！清点资产，全吐出来，不许藏私，少一个子儿，我就把你身上的金币扣下来抵债。清点资产，全吐出来，不许藏私，少一个子儿，我就把你身上的金币扣下来抵债。真棒！以后你就是我的新宠物，就叫你小金吧。哼，这破蛤蟆居然想抢我头号宠物的位置！好啦好啦，二哈，你永远是我的头号宠物。皇叔爹爹，快来对账！按照之前签订的契约，我们占70%，这批财宝总值约8000万两白银，糖糖应该要分5600万两。啊，这么多！怎么想赖账？我给！小神仙救沙海国于水火，70%理所应当，绝不赖账。很好，看来你是个讲信用的人嘛。
二哈，都给我装起来。咦，这是啥？这盒子居然和五彩石有感应。没错，就是他。他怎么会在这里？国师逼问了我半年，就是为了找这个盒子。表面上是我宁死不屈，没有招供，其实是我真不知道啊。灾祸，莫非与灵犀的封印有关系？五彩石的共鸣越来越强烈了，这盒子里应该没有危险。什么灾祸，装神弄鬼！本天师倒要看看这里面装了什么。什么灾祸，装神弄鬼！本天师倒要看看这里面装了什么。别开呀！完了，全完了，全完了！沙海国要亡在我手里啦！小心！善起封印者，让我来。嘿，你感应到女娲神族血脉，开启身份正确，封印解除。啊，这就没了？吓死我了！看来初代国王的遗训是防止外人乱开封印啊。这写的啥？乾元历2300年，万剑宗因灵脉异动，宗门基业面临倾覆危机，特向女娲一脉借取五彩神石1颗，用于镇压地脉。万剑宗以3座极品灵石矿为抵押，承诺借用500年，若逾期未还，则每月按1分利息累加。借款人：万剑宗宗主剑无极。现在是乾元历3300年，逾期了500年，每月1分利息，利滚利，500年的话，不用算了，把整个万剑宗卖了都不够还。极品灵石矿还是3座本金，发大财了！娘亲的任务这下完成了！发大财了！娘亲的任务这下完成了！我的，都是我的矿。闺女，不管去哪儿收账，爹爹给你开路。万剑宗敢欠我闺女的钱，把他们的宗门给拆了抵债。大雪山路途遥远，这笔天价路费，本王定要让他们承担。出发，目标奇袭之地大雪山，踏平万剑宗，要回我的矿。老祖，我当年签的借条被触发了。这五彩石是我凭本事借的，想让我还，没门儿！阿嚏！哪个灰蛋在背后骂我？不好，汤宝肯定是冻着了。这该死的万剑宗，催个债还要爬雪山，直接把他们宗门平了吧！唐宝，这是百年雪熊，
爹爹等下给你做个厚厚的披风，绝对御寒。粗鄙武夫，唐宝，看二爹爹。这极品火灵石做的暖手宝才是女孩子该用的。你这暖手宝能挡住风吗？修罗法盾，这才是全方位的保护。唐宝，感动吗？亏你了！爹爹们，你们刚刚在干嘛？我是女娲灵体，不怕冷的呀。对了，烤肉你们吃吗？有优惠哦。唉，此乃万剑宗地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否则万剑穿心。万剑穿心，问过我的拳头没？等等，文明催债，先走程序。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是大钱发的土地所有权证。这大雪山自古以来就是大钱的领土，你们在这里建宗门，有朝廷的许可吗？这500年交过土地税吗？你胡说！大钱立国才300年，我们万剑宗1000年前就在这儿了。先来的不用补办证件吗？没证就是违建。爹爹，非法强占土地怎么判？按律要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听见没有？要么现在把300年的税款交齐，要么我让我这3个爹爹把你们打下来当肥料。这些就当你们的罚款啦。小姑奶奶，前面就是我们万剑宗了。万剑宗是吧？你们欠我的钱，准备怎么还？小祖宗饶命啊！我们不是不还，我们是真的没钱啊！那3座极品灵石矿呢？灵石矿在100年前就枯竭了，宗门账户只剩1两银子了。怎么会这样呢？按照大钱的律法，我们现在正式申请破产清算，这是我最后的本命飞剑。如果小祖宗不嫌弃，就拿去抵债吧。唐宝，看这大殿破旧的，他们怕是真的没钱了。确实，连维持防护阵的灵气都不够了。敢耍赖，不如把他们全扔进炉里炼成丹，好歹能卖点钱。想赖账，天真。人还没死就不算破产，没钱还就给我打工还债。打工？对，你们不是会御剑吗？那就发挥长处，去送货。从今天起，万剑宗正式改名堂堂闪送。既然你们穷的叮当响，那就拿你们的御剑术去给我送外卖还债。他们3个是公司的经理。小弟，你以前管的人多，以后你就是咱们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专门负责给他们排班打卡。没问题，苏总。去吧，都给我去送外卖还债吧。风雪太大，失盒翻了。客户不但退单，还要给我差评。废话少说，派送超时加差评，扣2两银子。哎呀，这才3天就赚了10万两，真不错。苏总，有大发现，那些剑修骗了你，那3座极品灵石矿根本没有枯竭。怎么回事？剑无极那个老狐狸把3座灵石矿的灵力抽到了地下更深处，还施法修改了地脉走向，所以苏总你才没发现。居然敢在本天师眼皮子底下做假账，好大的胆子！去，
把今天那个扣了钱的大师兄给我客客气气的请过来。来，别客气，尝尝这火锅。本天师的计划看来要成功了。我听说剑无极没给你发外卖提成，他让我修心寡欲，其实就是为了不发钱。只要你跟着我苏总干，不仅工资翻倍，年底有分红。告诉我，他把零食藏哪儿了？他不仁，别怪我不义。苏总，零食都被他转移到了后山禁地藏剑渊，我带你去。是老匹夫在利用灵石矿炼化五彩石，他想窃取女娲之力。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既然你们找死，那本座就满足你们。这方天地由我主宰，你们的真气全都给我封印吧！糟了，真气全被压制住了。在这禁魔领域里，我就是无敌的！你转移资产做假账就算了，还敢侵犯我娘亲的知识产权？什么产权？今天本天师给你上堂普法课，天道律法打假。不，为什么？冒零食了，大丰收！唐宝干得漂亮，最后一块碎片其实就在大乾皇宫里，加油！小金，去把那3座矿脉打包带走。真棒！二哈，我们走，准备回去了。苏总，我们给您送一辈子外卖。员工们，带上咱们赚来的一个小目标，全军出击！下一站去大乾京城，咱们去把皇宫也给收购了。收购皇宫，收购皇宫！奉天承运，陛下设国宴庆功，特请堂堂小天师赴太和殿参加宴席。公公为何如此惊慌？这宴怕是鸿门宴吧？管他什么宴，他欠我10万两月薪还没给呢。就是阎王殿，本天师今天也得去收账。出发！堂堂小天师，这杯酒朕敬你。你保护江南和平定西域的事迹，朕都听说了。大乾能有你，是国之大幸。这杯酒便当是朕补发给你的10万两月薪利息。好浓的臭味，还说是利息，这是过期劣质食品，想赖账？不喝！你是个大骗子，我才不吃骗子的东西。朕给过你机会了，朕知道你这神躯能吞噬龙脉煞气，但这里是太和殿，这里埋着我大乾历代积攒的所有怨气，朕倒要看看你这3岁半的肚子能不能吞得下这300年的杀孽。交出五彩神石，交出你的女娲神血，有了你的气运，朕便能长生不老，永坐江山。就这？嘿，还以为有什么计划呢。10万两黄金的月薪，你拖欠了2个月，这是20万两。搞虚假宴会骗小孩，违约金翻10倍，200万两。工作时间给我投喂劣质饮料，工伤赔偿费1000万两。综上所述，你涉嫌恶意逃避债务、财务造假、职务侵占。还在嘴硬，朕起抽干他！小弟，干活了！
来了，苏总。一个蝼蚁般的下人，不对，你是谁？哼，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太世祖皇帝，大前祖训第一条就是言而有信。你欠我老大的钱不还，还敢下黑手，我今天就清理门户。我今天就清理门户。不，我的龙器，想不到朕居然输在了自家老祖宗手里。苏总，假账清查完毕，资产已经全部冻结。干得好，小弟！今天请你正式转正，享受5险1金。咦，外面是什么声音？地下有难，杀进去，诛杀逆贼！兄弟们上啊，保护苏总！谁敢拦我送外卖，让我拿差评的虽远必诛！应该是宫里的禁卫，不必管他。唐宝，我们直接去锁龙井吧。九幽锁龙井，大前建立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底下连通着九州阴气最重的地方。这下面封印的东西我摸不透，当年才用皇宫大阵压在它上面。找到了，最后一块石头就在下面。等我挖开这个大宝箱，就能接娘亲回家啦！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进不去？看来这阵法必定是女娲一族的先人设立的。他只认血脉，所以只有苏总能进，外人都无法进入。可恶！让唐宝一个人去，能行吗？不行，我们得想办法破开这该死的阵法。五彩石，我来啦！想要破阵，必须拔掉5根锁龙柱。拔5根，我试试。必须同时拔出5根锁龙柱。不给开工资，还让人干5个人的活，这破阵法太懂压榨员工了。哼，看我用法力把你拔起来！起！再起！糖糖，没用的，这属于天地规则。你们再打，大前金宫的地基就先塌了。他现在的灵力绝对拔不动那阵眼，那就在这看着他法力枯竭吗？有办法了！苏总创立了堂堂闪送公司，当时公司的章程是经过天道认证的。我记得第1条，只要是公司接单配送的物品，使命必达。天道规则想必能穿透这结界。送什么？你们3个的本源真气，把你们压箱底的功力全灌进去，让大师兄送单。苏总发工资从来不拖钱，还给我公司期权，这一单让我来吧。堂堂闪送，苏总专送单启动。堂堂闪送，苏总专送单启动。苏总坚持住，我来啦！苏总，您的父爱外卖已送达，记得给5星好评。这是爹爹们的力量，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吃撑的感觉真爽啊！最后一块五彩石到手了。5星好评，本月发双倍全勤奖。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我要去合成五彩石了。唐宝，封印已破，五彩石也聚齐，带上神石来昆仑虚，我们要想办法抵御浩劫。管你什么浩劫，耽误我接娘亲回家，天道我也让他把违约金交齐。小弟，放个绳梯下来，本天师要回地面结账了。好嘞，苏总。1、2、1，1、2、1。1、2、1，1、2、1。都给我围起来！父皇，乱臣贼子，竟敢谋害君王！镇北大将军靖王，还有厉教主，3位平日里威风八面，如今怎么连丹田都空了？真是上天保佑！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等我恢复了实力，2位皇子，你们带兵进攻，看来是早有准备。皇叔说笑了，本皇子是来拨乱反正的。那妖童谋害父皇，立刻交出，否则你刚才说谁是妖童？死到临头还嘴。我娘亲是女娲后裔，本天师是正儿八经的神二代。你敢诽谤我，名誉损失费起步价100万两。杀！放箭！射死他！苏总，堂堂闪帝的保安大队来了，你没事吧？干得好！这个月发双倍奖金。苏总，这人怎么处置？这老皇帝欠我月薪、赔偿金，一共1200万两白银。现在他没了，这笔账父债子偿，拿来吧。我没那么多钱。没钱？本公司最讲道理，没钱就拿资产抵押，小的们抄家。苏总，找到一个玉疙瘩，挺沉的。看着一般啊，也就值个50万两，先收起来，回头用来砸核桃。苏总，这2个人怎么处理？既然没钱还，那就干活抵债，把他们扔到沙海国送加急单去。得嘞，包教包会，绝对让他们成为月度最惨员工。走吧，我们先回去。爹爹，没事吧？你的手好冰哦。没事，爹爹刚运动完，有点虚脱，休息一晚就好。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连刀都拿不起来了，丹田虽裂，现在的我只是个累赘。唐宝，爹爹不能让你看到我这无力的模样。走吧，我已经留了信，就说军中有急事。本座回魔教了，不用你管。小声点儿，别弄出动静把唐宝吵醒了。你们要去哪儿？为什么要半夜偷偷的走？唐宝，边关吃紧，爹爹得回去打仗。等仗打完了，骗子！
本天师同意你们离职了吗？白天你们下单送出全部真气，已经成为了超级 VIP 客户，享有终身强制售后。你们现在的状态属于售后严重不达标，没结清之前，谁敢跑路，我就打断他的腿。皇叔爹爹的腿不用打，我就拔他的头发。唐宝，别闹了，我们现在没有真气，是个废人了。带着我们，你怎么去昆仑虚对抗浩劫？谁说治不好？这是井底的积攒千年的地脉精气，我全带回来了。都给我回去！本公司现在强行向你们销售10亿两白银至尊宝剑套餐，强买强卖，概不退账。风真大，把本座眼泪都吹出来了。好，爹爹买，你让爹爹干什么，爹爹就干什么。爹爹们，等下的治疗过程会非常痛，比经脉断裂还痛10倍，因为这是打破重组哦。来吧。开始治疗。引导真气，过灵堂，入气海。皇叔爹爹，挺住！唐宝，我的腿好了。哎呀，可把我累坏了。治疗费用1人10个亿，已经记在账本上了。欠钱的是大爷，以后你们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打工还债。好，这辈子爹爹们把命抵给你。没错，谁敢阻我闺女讨债，我屠他9族。昆仑虚的物价应该很高，咱们去大赚一笔。娘亲，我来接你回家。唐宝，爹爹们陪你去把天捅个窟窿。快逃！浩劫一魔追上来了！二哈，别吵了。列阵，保护苏总！敢打扰唐宝睡觉，找死！让我算算，这些异魔散发的明明是逾期不还的违约金味道啊！啊，原来如此，我知道了。这次灾难是这昆仑虚里的修仙者引发的，他们吸收灵气修炼，却从不回馈天道，日积月累生成的死账呆账，就化作异魔来收债了。三个爹爹，干活了，别打死了，给本天师活戳他们，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好嘞，唐宝放心。给本天师活戳他们，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好嘞。我的，全是我的。前辈高义，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救命之恩打包价10万两白银，支持扫码和打欠条。我赶时间去前面收账，记得账本上我们让你们拿。站住！外来者入关必须缴纳过路费。诸位道友，我们只是路过送单，有急事进入昆仑。哼，送什么单？没规矩！过路费留下这辆座驾，外加每人10万上品灵石，交不出来就全给我滚去后山挖矿。正处手痒没地方使刀。退后！天道惩剑法。天道律法第321条，凡在主干道私设关卡乱收费者，属于违章建筑非法运营。你们有到建设司的批文吗？有正规发票吗？把你们营业执照拿出来看看。哪来的小野种，竟敢拿凡人那套来压我昆仑虚！给我拿下他！非法集资全部没收，你兜里的乾坤袋归我了。听好了，从今天起，进出昆仑虚必须缴纳基础设施维护费。我爹爹打人很累的，这都是精神损失费。娘亲的气息，最大一笔微账的源头。放肆！何人敢在我太上清宗的地盘撒野？客户来了，不对，这气场不像来送货的，倒像来砸场子的。太上清宗灵虚子，一群下界蝼蚁也敢染指昆仑清净地，交出五彩石，自废修为，本座可留尔等全尸。要东西，口气不小。修罗道，万炼为牢。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打打杀杀，不如坐下来喝杯茶。螳臂当车。这老道士的灵力浑厚的不正常，像是积攒了1000年，力量驳杂，不是自己苦修来的。都让开！别把我的客户打坏了，坏了还怎么结账？无知小儿，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死到临头的是你！我宣布，堂堂闪送公司现在正式启动天道坏阵资产包的清算程序。钱元历1200年，借天道灵气36000缕；钱元历1500年，你为炼制法宝太虚浮沉，强行抽取昆仑西侧地脉龙气9条，致使方圆百里灵气枯竭，至今未还。这些都是我修行1000年来的最大隐秘，这小丫头是如何知晓的？妖言惑众！客户拒不配合，那就强制执行，以我女娲后羿之名，代天执法，天道坏战，强制清算。不，我的修为，我的大道。原来账还能这么算，专业，这比抢钱快多了。好家伙！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苏总，怎么处理？绑起来，先让他签一份自愿破产并接受资产从主的协议。在签协议之前，本天师得先验验货，让我看看你们太光青宗到底是怎么欺负我娘亲的。娘亲，是娘亲。宗主，归墟之眼里的黑气越来越强了，我们怎么办？那女娲族裔还能再撑100年，我等抓紧时间多吸取一些天地灵气，早日飞升。飞升之后，这劫难与我等何关？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居然想卷款外逃！唐宝，怎么了？他们抽干了昆仑虚的灵气，准备启动飞升大阵，卷款逃到别的世界，想把烂摊子和坏账全都丢给我娘亲一个人扛。想跑？好一手金蝉脱壳！天下哪有欠债不还，还能逍遥法外的道理？全体员工听令！目标太公青宗主峰，给我把他们的飞升大阵查封！哈哈！那女娲余孽还能在归墟扛上几年，足够我们斩断阴管，逍遥仙界了。宗主英明，这凡界的浩劫就让那些蠢货去挡吧。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上面的人听着，你们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和非法转移资产，现在本天师代表天道，依法对你们进行强制查封。哪里来的无知妖童，竟敢阻挠本宗飞升大计！区区半仙，也敢来太公青宗撒野！飞升大阵乃天道规则所化，非人力可破，你们就留在这里等死吧！是时候了。你跟我谈规则，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天道经济法。被执行人太玄真人名下资产已被天道冻结。怎么回事？我的灵力怎么无法注入阵法？你的账户涉嫌非法集资，已经被天道银联列入黑名单了。没有本天师的解冻密码，你连一个铜板的灵气别想带走。放肆！太玄青宗众弟子听令，解护宗大阵，诛杀此等妖孽！宗主为了宗门传承耗尽心血，我等誓死捍卫太玄青宗！誓死捍卫太玄青宗！一群连汤都喝不上的蠢货，还抢着替别人送死。汤宝，让我来处理。厉爹爹别急，对付这种被黑心老板画大饼洗脑的员工，打他们没用，我们要从精神上瓦解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个什么东西卖命。各位太金精宗的打工人们，麻烦睁开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近500年，你们宗门从昆仑地脉抽取了9亿上品灵石的资源，但分发到你们底层弟子手里的修炼资源却只有可怜的100万灵石。不可能，宗主说资源都用来维护护宗大阵和为天下苍生祈福了。哼，护宗大阵，那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防盗门，为苍生祈福，那是他去别的世界买豪宅的启动资金。休听他胡言乱语，那是妖女的幻术。你们再看看这个所谓能带着全宗门飞升传承的阵法，这阵法的后载容量清清楚楚写着最多只能承受10个人的重量和因果，他们这里正好9个人，剩下的1个名额我猜是用来带那只他最爱的宠物灵鹤的。而你们这数万名誓死捍卫宗门的弟子，连买个挂票的资格都没有，你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在他们飞升时燃烧元神，充当火箭升空的燃料。原来我们连那只鹤都不如，我们献上的一切只是燃料。本座养你们1000日，就是为了这一招，谁敢退缩，就是叛宗大罪。兄弟们，不要再给黑心老板卖命了，加入我们堂堂闪送公司，底薪500中品灵石，包吃包住，还有年底分红。只要干得好，明年就给你们发飞剑配老婆。现在签合同的，当场预支1个月的工资作为安家费。1000年基业毁于一旦，被一个奶娃娃用几件破衣服就瓦解了。好得很，好一招釜底抽薪。既然你们这些蝼蚁想造反，那就通通去死吧！本座就算今天走不了，也要把你们全杀光来祭奠。爹爹们干活了，
客户拒不履行判决，还想暴力抗法，给我狠狠的打！早等着你这句话了。八位长老，苏总，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好熟悉的感觉。怎么了，汤宝？这是连通归墟之眼的挪移阵盘。你们不是想找那个女娲后裔吗？那里是拯救被困在天地最节气的汇聚之地，除了这个阵盘，没有任何路能进去。既然你们断了我的生路，那你们就拿着这个阵盘去归墟送死吧。浩劫的源头很快就要爆发了，你们去了也是给他陪葬。锁死了，凭我现在的灵力要解开太费时间，我等不了了。苏总，交给我们吧。兄弟们，苏总帮我们讨回了公道，现在该我们出点力气了。我们虽然修为不高，但我们人多。娘亲，是你吗？我来了，结清最后一笔账，把娘亲接回家。出发！也许，在这个小奶盘子面前，那所谓的天地浩劫，连个微风都算不上。苏总，这地方怨气太邪门了，弟兄们的本命显剑都在打摆子。滚开！爹爹，快收刀！这不是怪物，这是个破产的英雄，天道欠了他一笔抚恤金没给，怨气不散才变成了这样。大个子别怕，本天师是专治各种不服的讨债办主任，今天顺道接了你这单讨薪业务，你这笔坏账拖了少说3000年。按照天道银两最高福利计算，本金加借纳金再加精神损失费，要欠你3000万极品灵石。拿着撬子，一边排队等着结账去。没用的，唐宝，归墟是天道的垃圾场，只有无法处理的坏烂账才会被扔进来，没人会给他们结账的。娘亲，快来，唐宝，快来我这里，娘亲快撑不住了。敢挡本座闺女长娘，给我滚远点！全军结阵！小弟，轮到你干活了！龙气冲击，神鬼退散，给老子看！猛虎！你终于来了，唐宝，到娘亲这里来，把你身上的五彩神石交给我，我们母女俩就再也不用分开了。你不是我娘亲，你身上没有娘亲的味道。我确实是苏灵溪，
但我不是这块冥顽不灵的破石头。当年遇到浩劫，这蠢货居然选择把自己石化，用所有的资产去填补天道这个无底洞，这是极其失败的投资。我就是他剥离出来的那部分不甘心，凭什么我们要替天道还债？我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对这具身体的资产进行彻底的破产重组。他冻结了核心资产，把自己变成了无法交易的呆账。但只要我拿回你身上的本源神石，再把你吃下去，我就能完成绝对控股，成为唯一完整的女娲。到那时候，整个天道都是我名下的私有财产，什么天地浩劫，全都是我用来收割万物的韭菜。你想搞非法并购，吞并我娘亲的家产？你这个冒牌货，是个想侵吞我娘亲财产的坏女人！本天师今天就要查封你这笔非法违规操作！我们本就是一体，何来侵吞一说？小家伙，乖乖把你的一切都交出来吧！这种纯粹的毁灭者，死命能抗衡的，今朝快撑不住了。本座生平最恨被人算计，今天就算耗干最后一滴血，也要把你这假货的皮扒下来！你们用我的本源神石重塑了半仙之躯，现在却妄想用我的力量来对付我。放弃抵抗吧，把那颗石头交给我，我可以大发慈悲，让你们毫无痛苦的成为这归墟的一部分。假货阿姨，你连最基本的商业常识都没有吗？用我们公司的投资来打我们自己，这在天道律法里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内部人控制，这叫恶意挪用专项扶持资金。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连同这些凡人一起化作我的养料吧。客户想违规操作，也不问问天道法务部同不同意。我现在以最大债主人及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正式向天道递交立案申请冻结被告人的全部非法所得，申请审查其企业法人的合法资质。你到底在干什么名堂？我要对你这个空壳公司进行资产清算。放开我不是被告，我是女娲族人，我是来回接管这方地的。现在是公开审判环节，本庭现在宣布，关于归墟之眼资产正式开庭。天道不公！我为了挡下这万古浩劫，耗尽了心血，凭什么现在要被当成阶下囚来审判？别偷换概念了，阿姨，抗下浩劫的是我娘亲那个主体公司，而你不过是主体公司在绝境下剥离出来的一处不良资产，非法占有母公司法定代表人粉第一项指控。这块石头是验证血脉的唯一密钥，他刚才拒绝了你的访问请求，这说明你的身份有问题。这女人不仅是个假货，还试图侵犯你娘亲的名誉权，不如让爹爹直接撕碎她算了。暴力催收是违法的，厉爹爹，我们要用法律的武器把他私吞的利润连本带利的付出来，请审判长过目。第二项指控，你在归墟内部私设小金库，将原本应该用于修补裂缝的灵气截留用于壮大自身的恶念，那些根本不是浩劫的源头，那是你因为害怕死亡而滋生出来的逃避心理，被归墟的煞气迹象化了。是，我就是不甘心，凭什么这天下苍生的命要用我的命去换？那块蠢石头愿意做圣母，我不愿意。我要吞噬所有的力量，我要让这天道按照我的规则来运转。借钱是要还的，享受了女娲一族的尊荣，就要承担修补天地的责任。你不想还债，还想带着资产跑路，这就是典型的老赖行为。既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庭宣判，立刻冻结被告名下所有账户，剥夺其对归墟煞气的控制权。这小丫头的讨债手段，简直比千军万马还要好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不继续了？继续清算我这笔不良资产啊，小财迷！你每抽走我1分本源，那块破石头就会承受同等的伤害，因为我们共用着同一个灵魂代码。你摧毁我，就等于在摧毁他。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把他身上的五彩神石交给我，让我完成最后的数据合并。只要我吞噬了那块石头，我就能成为完成体。我保证不伤害这个小丫头。汤宝，别怪他，他确实也是娘亲。原来是这样。汤宝回来！你不是不良资产，你是我娘亲被扣除的未分配利润，因为你太贵重了，天道那个铁公鸡给不起报价，所以娘亲只能把你剥离出来，独自去承担亏损。你懂什么？我只知道我被抛弃了。我在这暗无天日的黑渊里待了整整3年，每天听着那些恶灵的哀嚎，感受着被侵蚀的痛苦。如果这就是爱，那我宁愿永远自私下去。娘亲没有抛弃你，娘亲只是把你存在了银行里，等糖宝长大了，赚够了钱，就把你赎回来。你胡说！他真的是灵犀，那股又倔又拧的脾气简直一模一样。我们都被表象骗了。灵犀当年离开我们，不是因为绝情，
而是因为太多情。现在本天师不再担任公诉人了，我要转行做并购重组顾问。你要干什么？当然是帮你们2家公司进行合并重组呀。你虽然拥有所有的情感和记忆，但你没有合法的核心技术。而石像娘亲虽然掌控着核心技术，但她失去了运营能力，成了一家空壳公司。根据天道合并准则，我提议由你作为被收购方，带资进组。合并后，你们将共享所有的资产、负债、记忆和情感。重组后的新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然是苏灵溪。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而我苏糖糖将作为独家保荐机构，负责帮你们扫清所有的天道坏账。我身上沾满了归墟的煞气，如果强行融入主体，不仅无法修复它，反而会把它彻底污染。到时候，整个归墟的封印都会因为排斥反应而彻底崩溃。你们全都要死！谁说你要带着坏账进组啦？本公司的售后服务可是全宇宙第一的。在资产同主之前，我会帮你进行全面的债务剥离和不良资产清洗。爹爹们，准备干活了！这笔业务的违约金太高，我们必须打赢这场并购战。怎么洗？剥离不良资产，现在开始！我要用五彩神光构建一个财务隔离网。萧爹爹，你负责用刀钢切断他和归墟煞气的所有外部连接点。厉爹爹，你用修罗锁链把他体内的煞气强行拔出来，就像抽吸尾气那样。皇叔爹爹，你用龙气护住他的心脉，防止他在清洗过程中数据崩溃。明白，好，交给我。给我出来！必须维持生机流转，不让任何损伤发生。他不让我们带走这笔账！该死的天道法务部，居然玩不起，派吹手公司来砸场子！想动我的客户，门都没有！堂堂闪动，终极违约金结算启动！破产清算，强制执行。糖宝干得漂亮！我回来了。灵犀，糖宝，娘亲回来了。娘亲，你这次不跑了吧？不跑了，娘亲要陪着糖宝慢慢长大。我粗略算了一下，你们3个欠我闺女的抚养费、医疗费，你们就算打工1万年也还不清。所以，你们下半辈子就老老实实给我和糖糖做免费劳动力吧。遵命，夫人。口无凭，先把打工合同签了。各位排好队，按宗门区域就坐，不要插队。归墟来的朋友们，请去那边管理区。对，就是那边。哎，那位道友，宗门代表的供桌不能乱摸，摸坏了要照价赔偿的。听说旧时功德很值钱，少说也得降下一条极品灵脉吧。苏总打穿归墟，救回女娲娘娘，这不得封个天道亲闺女？要是天道发钱，苏总一高兴，会不会给我们发高温补贴？娘亲，天道真的会给糖糖奖励吗？当然会。很多很多钱吗？这个不好说。不好说？大人们说不好说的时候，多半就是想赖账。女娲后裔苏糖糖，补天有功，救母有德，平浩劫，功德安众生。特赐天道嘉奖。小红花一朵。没有灵石，没有功法，连个铜板都没有。本天师打穿了皇陵、江南、盐商、大前皇宫、太重、青宗、归墟之眼，5个超级副本，耗时大半年，员工加扎费都贴进去上千万灵石了。你
就给我1朵花。听着，根据《天道劳动法》第3条第2款，凡参与天地危急平复者，应按贡献度计算功德积分，积分可按1:100比例兑换零食。本天师在归墟底下干活那么危险，按照高危作业工伤标准，单次赔偿不低于500万零食，2次1000万。救母精神损失费，本天师娘亲被石化3年，按照天道法定抚恤标准，每天务工补贴1万零食，3年1095万。归墟清理费，本天师带员工进入归墟清理坏账，处理了3600头怨灵残魂、7头煞气巨兽、1头9头魔龙，按单结算，1单100万，总共36亿7000万。还有，堂堂闪送旗下黄马甲员工总计8000人参与本次行动。人均加班120天，法定加班费翻3倍，总计2亿8800万。苏总还记得我们的加班费？苏总英明！苏总英明！最后一项，麒麟宝辇邮费，从京城到昆仑虚，横跨整个前元大陆，来回少说38000里，按零售饲料耗报折算，共计320万零食，总共40亿08000余万零食。你拿1朵小红花就想屏障？3万年了！我们散叔斩妖除魔，到头来1块零食都没有。苏总英明，求苏总替我等讨薪，求苏总替我等讨薪，求苏总替我等讨薪。老子就知道，跟着苏总干有肉吃。娘亲，这笔账咱们接不接？接。而且唐宝，你少算了一项，娘亲被石化3年，误工费得按女娲后裔标准，日薪10万零食，3年10950万，加进去。唐宝，清算3届债务，这可是连娘亲都不敢接的活。没事的，娘亲，反正爹爹们已经签了终身打工合同，人手不够，到打工还债。欠了债就想跑，谁教你的规矩？不关我事儿啊！嘉奖文书上只写了1朵小红花，我是按章办事。按章办事？那你告诉我哪章哪条就是只值1朵小红花？没有，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打算付钱，年终奖造假，虚假嘉奖。天道也没钱啊！3届众生的因果债务堆积如山，天道金库早就赤字了。没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天道没钱就用别的理。本天师苏糖糖以女娲后裔及天道首席债款人之名，正式设立天道债务清算司。从今天起，3届之内所有天道外张贴工资、虚假功德未兑现的抚恤金，全由本天师负责追收。3届众生欠下的天道债务，从此刻起，由女娲后代苏糖糖全权负责清算。对了，利息怎么算？利息算你的。这字儿也太丑了，比大师兄画的符还乱，天道肯定是故意的。快签字吧，签下大名，这3届债务就由你全权处置了。慢着，我先看看。此乃天道特批旨意，旁人催收所得，天道占9成，执行人得1成。催收失败的烂账由契约人全兜底。什么？9亿分？烂账还要自己兜底？这是卖身契啊！岂有此理！空手套白狼，黑道没边了。想空手套白狼，还让我们家唐宝背锅。唐宝，看好了，娘亲今天教你什么叫对赌协议。第一，分账比例改为2-8，我们8，天道2。所有催收成本，包含差旅、折损、误工费，采用日息3分计算，利滚利。天道延期支付超过3日，我方有权查封其名下任意资产抵债，必须提供足额抵押。我看你这套天道雷劫系统的控制权就挺合适。放肆！按照新契约第3条，你对我进行人身威胁，已造成严重精神伤害。现在启动强制抵押程序。天道这回亏大了，裤衩子都赔没了。唐宝，收好，以后遇到暴力抗法的客户，直接用这个9霄神雷变的印章，随便批，不用向上级打报告。以后看谁敢不给钱，我就批谁。签吧。各位，天道债务清算司今日正式挂牌成立。我暂代董事长。关于各位被拖欠的工资和功德，请移步主殿排队领号登记。董事长万岁！苏总万岁！你们听见没？灵犀是董事长，然后呢？
唐宝是总经理，一个公司总得有几个部门经理吧？咱们3个。天道债务清算司第1届高管竞聘大会现在开始。公司初创，急需设立3大核心部门：武力追缴部、法务审讯部、财务审计部。各位，开始你们的述职报告吧。武力催烧部非我莫属，给我一个名字，我带回他的脑袋和全部家产。谁敢赖账，爹一刀拆了他的山门。脑袋有什么用？把人交给我，爹有138种手段，能让他哭着喊着把祖坟都抵押出来。打打杀杀有损公司形象。唐宝，你看，这是我连夜草拟的针对3届各大老赖的资产清算方案。做假账和查假账，我是他们的祖宗。黄甫静，你说谁粗鄙？不懂规矩。加入队伍不需要先交诚意押金和风险担保吗？娘亲说的对，根据董事会决议，所有高管岗保证金每人500万极品零食现金支付，不接受赊账。全部录用。灵犀、唐宝，你们来看看这个。大前皇族上届平乱因果金10万代还，北境萧氏上届回天术法金8万代还，幽冥魔教上届止戈善后金12万代还。借命还魂，我萧家祖训中提过，初代家主曾在一场必死之战中奇迹生还，莫非我教初代教主的死因一直是谜，看来是被天道清算了。没错，若不清平这笔祖宗留下的呆账，你们3人的仙途将永无宁日。收拾一下，我们回京城。这些陈年旧怨，是时候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了。太好啦！回京城收大单拆房子。回京城？现在？苏总，外面还有8000多个号没排完。白骨将军蹲在门口催抚恤金，归去怨灵还在为插队打架。咱们现在回京城，这业务不要了。所以才要回京城呀。娘亲说过，做生意最重要的是现金流，没有现金流，再大的公司也会倒闭。倒闭了就没有鸡腿，没有鸡腿就是天大的坏事。唐宝说的对，这3笔祖债牵着你们3家的命数，拖得越久，利息越高。现在清掉，对你们也好。若是祖宗欠债，我还；可若是天道拿我萧家而来的命当利息，这账得反过来算。幽冥魔教欠灭世净化债12万，我魔教这些年背的黑锅不少。若这也是黑账，本座把天道的账房全剁了。大前皇族欠平乱因果债10万，这几个字看着轻飘飘，可背后牵着的是龙脉，是皇室，是皇府家几百年的气运。皇兄刚废，大前龙脉才稳住，现在又冒出祖债，天道这手账怕是从一开始就没干净过。3个爹爹的脸色都不好看，这不行，爹爹们是他的终身打工人，必须身心健康，才能长期稳定的给他赚钱。别怕，本天师现在是天道债务清算司总经理，娘亲是董事长，谁敢乱算你们家的账，我就盖章批他。苏总，那我们昆仑分部怎么办？照常营业，娘亲会留下规矩，你们按号登记，白骨将军的抚恤金优先处理，归墟怨灵不许打架，打坏东西从赔偿金里扣。苏总，那工资？你们是我亲员工，本总什么时候拖过工资？苏总万岁！别拍马屁了，你们每个人先预支半个月工资，剩下的等本总回京城开大单。走吧。娘亲，这只灵鹤现在算是公司资产了吗？当然算。损坏公司资产，
扣你3个月零食。口都要还债，公平。回京。男人好麻烦哦，厉害的时候抢着当爹，虚弱的时候抢着离家出走。还是钱好，钱放在布兜里就不会自己跑。睡吧，娘亲看着他们。娘亲，你不能让爹爹们跑，也不能让他们偷偷打架，也不能让皇叔爹爹半夜算账不睡觉，李爹爹偷偷下员工，将军爹爹偷偷磨刀把地板磨坏。都听见了吗？京城这3笔账可能比昆仑丘麻烦。为何？这些不是普通欠款，是因果债。天道以前最喜欢把这类账做成死账。死账？债务存在，但债主说不清，债务人也不知道。等到合适的时候，天道就能拿这笔账动手，比如断人仙途。也就是说，我们3人若想往上走，天道随时能用祖债卡死我们。是。那就清。清账之前，得先知道债从哪里起。大前皇族那笔，恐怕只能从皇陵查。萧家祖坟也得刨。你魔教祖台难道干净？至少不会比你家祖坟脏。嘘。幼稚，都没有本郎成熟。皇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沙海国太远了，我送了3天3夜，脚都磨没了。我以后再也不逼宫了，我只想休息。你们2个这个月业绩怎么样？送了27单，差评3个，超16单，还弄丢1份羊腿饭。客户不管过程，只看结果。苏总，那是沙暴吹走的。别批，我们改，我们改。继续干活抵债。大前宗室教育，或许以后可以外包给唐宝。靖王，萧将军出事了。说，皇陵、萧家祠堂、魔教京中旧坛3个地方同时冒出黑气，陛下废宫里的龙椅也裂了。祖债到期，今晚子时，天命归位。强制扣命，天道这是要撕破脸了。皇陵、祠堂、旧坛同时冒黑气，这不是巧合，他在逼我们出手，出手正中他下怀。祖债有因果律价值，我们动手，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扣命。此时之前，本座先把天道使者剁了，看他拿什么扣。我去皇陵。等等，你们去拼命之前，有没有人看过当初的合同？娘亲说的对，催债第1步，先查原始凭证。爹爹们好笨哦，遇到催债就打架，那还要法务部干什么？皇叔爹爹，账本呢？赵明，这些符文藏的可真够深的。娘亲，这合同有问题。大前皇族欠天道评论因果债10万，北境萧氏欠天道借运还灵债8万，幽冥彝族欠天道净世安魂债12万，这就是原始合同。皇陵密室里找到的，上面盖的是天道金印，不会有假。本金10万因果，年利率30%，按日计息，利滚利，贷后管理费每日5000因果，逾期违约金每日1万因果。这个合同本金写的是10万清果，但利率按日算，利息在违约金。这个合同，这是套路贷。萧家世代战死沙场，是在还一笔永远还不完的利息。魔教初代教主不是被天道清算，是被套路贷逼死的。大前开国以来的龙脉不稳，国库空虚，战乱不断，不是天灾，是天道的套路。按照本金10万，年利30%，按日计息，利滚利，管理费违约金另算。假设初代借了10年才还清本金，还清时利息已经滚到了270万，但这只是开始，因为自动续期条款，天道不销账。
把这270万作为新一轮本金，继续按原利率滚。第3轮7300万，第4轮19亿7000万。算到现在，你们每家欠的祖债已经超过了整个乾元大陆所有灵石的总出去。本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数字，比本敖吃过的灵兽还多。难怪国库永远空，皇族的气运一直在被天道抽走付利息。难怪萧家子孙永远战死，借命还魂的本金是萧家人的命，利息也是。难怪初代教主选择自爆，他不是走火入魔，他是看明白了。本天师本来只是想收账，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不是合法债权，这是合同诈骗、非法催收、恶意扣押人身安全。非法合同自始无效，恶意催收反作惩罚。今天是子时扣命，本天师就给你扣回去。区区凡人竟敢！别怕，套路贷是违法的，天道敢设套，本天师就敢给他雷劫系统都查封了抵债。唐宝，这官司怎么打？先查封作案工具，再抓捕犯罪嫌疑人，最后你们谁去把那个躲在合同后面的始作俑者揪出来？我去皇陵，我去魔教旧坛，我去萧家祠堂。不许抢功，按公司制场办事，各回各家，各清各账，谁先清完谁升部门经理。娘亲，我们去哪儿？去所有套路贷的总源头，当初这3份合同的签署地。我倒要看看，当初设下这个套的到底是天上的神，还是宫里的鬼。契约被发现了，那个女人，那个孩子，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就是这里，子母连环器，外面这些是子器，母器在殿内，只要触碰子器，母器就会启动强制扣款，扣的不是灵石，是触碰者的寿元。又是自动续费陷阱，娘亲让开！算盘的声音可不是普通的法器共鸣，这是天道劳动法赋予本天师的债务审查权限。非法契约在算盘面前连维持形态的资格都没有。女娲后裔亲临，老朽有失远迎。38000块极品灵石。哦，小天师好眼力，全是利息，你替天道放贷，用自动续期条款滚出来的利息全藏在这里。小天师说笑了，老朽乃天道京城分行主事，专司3界因果平衡。公款？那你拿账簿出来。此乃天道密账，凡人不便翻阅。你干什么？查账。天道劳动法第7条第4款，凡涉及因果债务纠纷，天道债务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审计。你既然是天道分行主事，应该知道这条。想捂住账本，天道的规矩到我这儿就得改。大前皇族、北境萧氏、幽冥魔教、江南13盐商、西域沙海国王族、大雪山散修联盟，这些都是你的客户。既然看见了，老朽也不瞒了，这3界的因果平衡总要有人来维持。天道设下规矩，老朽只是按规矩办事。规矩？你说的规矩就是这个？天道亲签的劳动法，雷劫系统在他手里，这怎么可能？天道放贷必须明示年化利率，禁止自动续期，禁止暴力催收，禁止在借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更债务条款。大前皇族欠的平乱因果，萧家界的续命之恩，魔教亏欠的灭世净化，这些账都是真实存在的。老朽不过是在天道授权下真实存在。平乱因果债，大前开国初年已经用龙脉气运偿还币，借命还魂债，萧家世代战死16位儿郎，本金连同利息早就不欠了。你这破合同，每一条都违反了。小天师，这天下的因果债不是一本劳动法就能理清的。灭世净化债更可笑。幽冥魔教初代教主当年自爆本源，就是被你催债逼死的。他的命足够抵那12万英镑。这些账，我说没还清就没还清。天道的规矩，天道的规矩已经改了。每一块灵石都是一笔非法利息，每一笔利息都是一条被坑害的因果。这些证据一个都跑不掉。根据天道劳动法第109条，非法所得依法收缴，抗拒执法。赶回天道分行账簿，这是藐视天道。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用女娲气运来抵债。怎么可能？雷劫系统是天道最高权限。现在是我的了。非法放贷，本金没收；非法囚禁，精神损失费500万灵石；恶意催收，罚款1000万灵石；职务侵占，冷宫作私人金库，天道公款全额追缴。京城分行主事，你的贷款合同涉嫌违反天道劳动德第3条核心条款，数罪并罚。你的退休金、天道编制、所有隐藏资产，全部查封。现在你有2条路：第一，交代天道4大分行另外3个窝点在哪儿；第二，让我多盖几个章。4大分行是中州皇朝、东海归墟、南荒妖域，还有一个在老夫也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真不知道。最后一个分行是天道亲管的，没有固定位置。天道在京城搞套路贷，在中州肯定也搞了，说不定比京城规模还大。而且中州是皇宫之处，他家的皇食府、宗室祠堂全在中州。天道分行还有3个，下一个中州。上天生妖，天地不仁，劫数将至。京城魔孽已生，妄图倾覆天道，尔等若想保命，唯有向天借福。此乃天道福报带，签下此契，可提前偷知来世福报，换取今生灵气庇佑。有此福报浩劫之中，方有一线生机。求真君赐福，求真君赐福，多谢天道，多谢真君，我也恳求真君赐福。一群韭菜，10年阳寿换1缕下品灵气，还要跪着谢本君。中州果然比京城好割。大胆妖孽，竟敢污蔑天道赐福，此乃天恩，岂容你这魔孽智慧？谁是魔孽？我是天道债务清算司总经理，天道亲自签了委任状，3届烂账都归我管。你搞非法集资，手续办了吗？纳税了吗？利率报备了吗？胡言乱语，本君代天行道。你代天放高利贷。天道福宝袋第1条，借款人以10年阳寿抵押，换取下品灵气1缕。第2条，仔细按日计算，利滚利。若借考人意外身亡，债务由子孙继承，子孙还不起，直接扣除家族气运。我的寿命。第3条，最终解释权归天道中州分行所有，拿人家的命换一点点灵气，死了还要人家儿子接着还，这也叫赐福？这分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套路贷。这死丫头怎么会懂？天道这套玩法，万年来从没人看穿过。闭嘴！恭请天法，诛杀魔孽！天法来了！
犯天道者死！天罚，天道系统最新权限覆盖，雷劫系统听令，即刻执行对赌抵押条款，所有非法天罚能量全部转化为员工高温补贴，与受害者接温金发放下去。神罚变成工资福利了！听粉丝今日发高温补贴，凡是签了非法合同的，全额退还寿命，灵气与当追问金不用还。苏总万岁！打倒无良钱庄，退我阳寿，天道还钱！苏总万岁！你到底对雷劫系统做了什么？做了对赌抵押呀！你现在涉嫌贪污公款、非法集资、暴力抗法，本天师要查封你的分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必须走！在中州地界，谁允许你走了？传本王令，大前皇族正式宣布，天道及旗下所有实机构属非法集资组织。中州境内凡替天道放贷敛财者，以谋反罪论处，诛九族。抄家！京城分行有3万多极品灵石，中州分行肯定更多。二哈，快点！金山银山在等咱们呢。空了，怎么可以空了呢？全额资产已转移至南荒妖域第4分行，来晚了，小财迷。几十万极品灵石飞了，飞到我摸不着的地方了。中州分行资产被提前抽空了，天道切断中州和京城联系，弃卒保帅，把钱去了焚荒妖域。全款跑路，罪加一等。通知萧爹爹和厉爹爹，打完祖宗的仗，直接来南荒妖域集合，感动本天师的战利品。我不管第4银行藏在哪个妖怪洞里，我都要把它连地皮一起刮下来抵债。娘亲，南荒怎么这么穷？南荒原本灵脉纵横，妖兽繁盛，那现在呢？被人刮过地皮。天道第4分行？你也闻到啦？懂了，这地方有大客户。上一代妖帝失踪后，妖族内乱至今，天道趁虚而入放贷，把这些妖兽炸得骨头都不剩。妖域穷成这样，还能被榨油，也算本事。厉爹爹，你这个态度不对，被天道坑过的都是清算苏的潜在客户。娘亲说的对，本总不能只做人族生意，妖族被坑了也可以排队登记。他们要先动手呢，先劝，劝不住呢。验一下，糖糖先礼后兵。这口井是我先看见的，我先来的，滚开！这么小的妖都不放过，你们在干什么？人族，快跑！滚出去！南荒不欢迎人族。别哭，先吃。给我的，吃完要回答问题。他真的给吃的，你还有吗？有是有，不能白吃。10年寿命换伴侣灵气，这是吃人不吐骨头。你签了？我没有腰带，他们说拿我娘的尾巴抵押，非法合同，自持无效。你骂天道？本天师骂的是金融诈骗。金融诈骗是什么？就是用漂亮话骗你签坏合同，说赐福，实际扣你寿命；说帮你渡劫，实际拿你妖丹；说天道恩赐，实际利滚利。那我妈是救不了了。你娘在哪儿？宝儿，娘，宝儿，你没签？没有，是小神仙姐姐救了娘。非法合同作废，欠款清零，救命费可以先记账。您是谁？专门查高利贷的。我们族里的债也能查吗？大客户。黑松野猪一族被骗走3座山灵草，黄凤岭祖传洞府被福报贷骗走了，妖帝陛下也被骗了。妖帝欠了多少？不是欠多少，是整个妖域都被抵押了。整个妖域都抵押了？天道好大的袖口。
不是欠多少，是整个妖域都被抵押了。能抵押整个妖域，签字的人至少有妖帝权柄，得要先找到妖帝。别找！陛下现在见人就杀。陛下说要带百万妖兽跟天道拼命。百万妖兽，娘亲，人手够了。是妖手，穿上黄马甲就是员工。人族滚出南荒！再往前一步，本地踏碎你们的骨头！人族半仙，好得很！天道坑我妖域，你们也来趁火打劫！今日本地先吃了你们，再去找天道发命！哪里来的幼崽？你才幼崽！我是天道债务清算司总经理。天道的人，撕了他！我不是天道狗腿子，我是查天道狗腿子的。你说什么？京城分行我查封了，中州分行我也查了，他们卷款跑来南荒，我来追钱。追钱？对，天道骗了你们多少，我帮你们追回来，追回本金，收20%手续费。追回罚金，收30%；暴力抗法赔偿金，收1半。他是在跟本地谈生意。陛下，好像是，听着比天道讲道理。他手上法典有天道的印。你凭什么让本地信你？你很穷，闭关断了，用铁丝绑的；披风旧了，补丁12块；战甲护心宝石没了，只剩胶印。你身上有370张逾期符，你已经3个月没给守候发灵草补贴。陛下真的穷，上个月还找我借过饼。闭嘴！你不是不想还钱，你是发现还不起了。你打算带妖族去拼命，是因为觉得活着也会被扣光妖丹。你能退回来？能，但要签债务委托书。签了之后呢？从今天起，南荒妖域所有被天道诈骗的债务统一登记。天道债务清算司南荒大队成立，你们负责带路、拆阵、搬东西，我负责查账、盖章、收钱。若你骗本地呢？我骗你，你可以投诉。投诉到哪里？投诉到我娘亲那里。800年来，没有谁这样跟本地说过话。他不像来骗我的，他像真的来帮南荒讨债的。南荒妖帝玄苍以妖域地权委托天道债务清算司，请苏总替南荒讨债。乖，签字吧，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玄苍妖帝，从今天起，你是南荒大队临时队长，试用期3个月。本地统御南荒800年，到你这里要试用。公司规矩，我3个爹爹都交保证金了。保证金多少？每人500万极品灵石。本地要有500万灵石，还用找你讨债？你可以先欠着，从追回款里扣。合理。苏总，我们小妖也能加入吗？你会什么？跑得快，能钻洞，会偷听，能放臭屁。情报部。我也能穿黄马甲。能。我力气大，能撞门，能刨地。拆迁部。我识字，娘教过。登记员。 800年来，南荒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画面。我也能当员工，能。清算司不看种族，只看业绩。陛下，咱妖域以前招兵也只看血脉，所以咱现在穷也有道理。闭嘴！排队领马甲。苏总，有大马吗？有。陛下，好看吗？像棵会走路的南瓜。南瓜能吃，吉利。本座活了这么久，头一回见100万妖兽排队领功服。 南荒36条中品灵脉全部抵押，妖帝宫祖库抵押，九尾狐族灵药田抵押，黑蛟族龙血池抵押，玄鸟族飞羽矿山抵押，龙血池都押了。那是黑蛟王自己签的。陛下，天道使者说签了就能化龙。化了吗？化了一半。这属于虚假宣传。我就说我脚不对劲儿。
南荒100万妖兽，未来500年劳役权。抵押。本帝就是看见这一条，才决定去拼命。他们说还不上，南荒所有后代都要给天道挖矿。我以后也要挖矿吗？不挖。南荒大队听令。天道第4分刑涉嫌诈骗、非法放贷、强迫劳动、侵占未成年妖兽未来劳动权。从现在起，所有非法契约暂停履行，谁来催收，抓起来登记。苏总万岁！退矿山，退龙血池，退我正常龙角。安静，先开会。苏总，你说怎么打？不是打，是合法查封。第4分行在哪儿？万妖藏谷，那里是南荒禁地，上一代妖帝在那里失踪，进去的妖没几个能活着出来。天道选禁地藏钱，藏谷底下有旧妖帝气运压着，适合遮掩资产。天道不只是藏钱，什么意思？南荒第4分刑专项用途。以京城、中州、南荒3地非法所得为源，唤醒远古凶神，重启3界债务秩序。远古凶神？远古凶神？不会是万妖藏谷底下那东西吧？哪个东西？古籍记载，藏谷最深处镇着一只远古大凶，名唤吞天魔，能吞灵脉、吞气运、吞神魂。上一代妖帝失踪前留下半句话：什么话？天道在喂他。用3界非法所得当饲料，吞天魔醒来，3界灵脉会被他吞噬，到时候更穷，可能连鸡腿都买不起。那不行。本座第一次觉得，天道该死的这么具体。南荒大队，目标万妖藏谷，我们不是去送死，是去查封天道第4分行，阻止吞天魔复活。听苏总号令！苏总号令！出发！接不回来。苏总，若吞天魔真的醒了呢？他吞了多少，就让他吐多少。停！这黑气能扰乱心智？这煞气好重，都能直接侵蚀心智。那是万年煞气，沾上一点，连妖丹都会化成血水。不行，进不去的，进去就是死。我都不想死在这里。一群乌合之众，真遇到硬骨头，跑得比兔子还快。都给我站住！你们跑什么呀？知道这些黑气是什么吗？这是能吃妖的煞气啊，苏总！胡说，这是钱的味道。根据本总多年讨债经验，凡是煞气重、怨气大的地方，绝对藏着超级无敌巨额的坏账。坏账烂在底下发霉了，才会冒出这些黑烟。这就说明天道把骗你们的那些矿山、灵药、私房钱全都藏在里面了。你们现在后退一步，就等于把钱白白送给老赖。可是苏总，我们进不去啊，这煞气连本地都扛不住多久。进得去。天道做假账，我就来查账。看见这条路没有？这是本总用金算盘拉出来的安全审计路线。现在全体排好队，踩着金珠子走，谁也不许掉队。踩对路，本总带你们去抄家收钱；踩错一步掉出线外，扣半个月工资，
年底奖金全部取消。都听苏总的，谁敢走歪半步扣老子奖金，老子先活劈了他！跟上，别挤，踩准金珠子，哪个王八蛋踩我尾巴了？我要是被扣工资，我跟你没完！唐宝这手御下之术倒是深得我皇室精髓，把恐惧转移到利益上，高明。你少给自己贴金，我闺女这是天赋异病，跟你们皇室那套阴谋诡计沾不上边。不对劲，这些妖兽不是战死的，骨头表面没有冰刃伤痕，甚至没有自然老化的痕迹，他们是被硬生抽干的。抽干了气运、寿元、血脉，最后连妖丹的残渣都没剩下。这就是你们签的天道福报带的最终下场。天道用苛刻的契约和复利，把妖族逼上绝路。当你们还不起债时，就会被强制抓到这里，肉身修为，最后一点生存的希望，全都会被压榨干净。这些骨头就是天道做完假账后扔掉的废料。天道老贼，欺我太甚！浪费，太浪费了！这些可都是本来能创造价值的妖族员工。娘亲，天道弄这么多废料在这里干嘛？当饲料，这里就是用来喂养吞天木的食槽。所有的坏账烂账和被吸干的怨灵，都是那东西最好的养分。走，本总本道要看看，什么怪物能吞这么多钱还不撑死？过路费结清。下一个，第4分行安保区入内寻宝，每妖一缕本命天气；入内讨债，收费翻倍。敢在本总面前收保护费，这是纯纯的挑衅。看来只能用物理方式解决了。原来是个外包的保安，哪来的黄口小儿？这里是天道第4分行，在南荒，天道就是法，我手里的算盘就是规矩。本天师最讨厌2种妖：第一，乱收费的；第二，抢我饭碗的。入股寻宝，每妖一缕本命妖气；入股讨债，翻倍。还收？我们都穷得啃树皮了，他还要本命妖气？苏总，让我劈了这老狐狸！打架之前先走流程。第4分行门卫听着，我是天道债务清算司总经理苏糖糖。你现在涉嫌5宗罪：第一，非法设卡；第二，偷税漏税；第三，恐吓未成年；第四，冒充正式员工；第五，同行恶意竞争。放屁！老子替天道看门500年，谁敢说我不是正式工？工资发了吗？社保交了吗？年终奖有吗？3无外包，还敢收保护费？找死！苏总小心！苏总这反应有问题，这狗眼神不对。放了2天都没舍得吃的辣条，也是这种绿油油的颜色。不过这些玩意儿看着就没什么肉，比辣条还难吃，太柴了。主人，这玩意儿一点油水都没有，还不如啃鸡腿骨头呢。刚才那是万年怨灵吧？被这狗当零嘴吃了。我一定是饿出幻觉了。怨灵当零嘴，这到底是什么狗啊？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才东西呢，连本神犬都不认识，活该500年没工资。暴力抗法，罪加1等，现在执行物理盖章。别！准！哎呦，我的牙，老夫800年的牙呀！这小姑奶奶打雷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苏总、秦总，小妖错了，我也是苦命打工妖啊！天道那老邓欠我500年工资没发，说南荒没现钱，让我自己收过路费抵账。天道拖欠工资是天道的问题，你乱收费就是你的问题。赃款上缴，或没收，用来补偿南荒受害妖属。看在你也是被坑打工妖的份上，编外转正。清算司南荒大队门卫，工号001。苏总放心，从现在开始，天道的蚊子想飞出去都得先登记。全军开罚，抄家！是南荒的矿山，还有我们妖族抵押的祖库，都在这里。这得买多少饼啊？能买1屋子饼，不10屋子。发了，这次真的发了，布都装不下，宝碾拉不完，得买100辆，不1000辆宝碾，冲呀！全是我们的！退后！这吸力，混天马醒了，全体稳住，后排拉住绳链，别被吸过去。这金库是活的，是陷阱。老邓，你给
给他饲料掺假了，我拉肚子。那是什么？警报！资产核算异常，第4分行资产已被转移90%。重复，已被转移90%。苏总，怎么了？全是假的，90%都是空壳。天道老邓，卷款跑路最佳3等。吵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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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儿以后能把咱整个方阵吞了。远古大凶吞天蟒，他体内流淌的煞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古老。紫金龙气，呼！无论这一战有多凶险，糖糖和灵犀绝不能有事。哎呦喂，疼死老子了！我的肠子要断了！天道老邓，你给他饲料掺假了！吃坏肚子的黑毛猪。天道福报贷南荒特完版次级债打包合同，万年烂尾债权压缩块。那个长刺的胖子，你被骗啦！这里面全是还不上的死账，榨干的怨灵渣，过期几万年的空头支票。你不是在吃补品，你是在替天道处理金融垃圾。他把你当垃圾焚烧炉，还白嫖你当守门狗，工资没发，医保没积呢，饲料是科技与狠活。老子吃了几万年的过期垃圾，老子好歹也是远古大凶啊！不给工资就算了，连口干净饭都不给。撑伞，快撑伞！来了，兄弟们都蹲下。看他穷的吃土的样子，都是被老赖坑的，怪可怜的。这块灵石水头这么好，我自己都没舍得用呢。那青蒜丝未婚金。好甜，好脆，几万年了，我第一次吃到不掺假的东西，这才是食物该有的味道。老板，我悟了，天道就是只会画饼的老邓，以后我跟你混，包吃包住就行，我不挑吃。哪来的猪？敢抢本郎首席坐骑的位置？我先来后到，懂不懂？谁抢了？我当财务监察处不行吗？都住手！先交投名状。老板，看那个，我给你留了好东西。哼，天道卷钱跑了，账本没带走，他准备干票大的。天道私吞3届公款，导致国库亏空，连基础法则都快维持不住了。他不准备还债，他准备在9重天引爆所有天地账，因果一断，债务清零，世界时间和法则都会被强行重置。到时候，人族、妖族、鬼修、散修都会被当成不良资产抹掉。这是不可能，他怎么能？难怪他敢重置3界。天道把我们女娲一族压进去了。娘亲，什么叫把咱们家气运压进去了？当年我化身石香镇守阵眼，天道趁机偷走了女娲一族的气运线。气运是女娲血脉的根基，他拿去做抵押，一旦重置启动，娘亲会彻底变成石头，连神魂都不会剩下。变石头，神魂都不剩，那不行，那绝对不行！我不同意，那是我的娘亲，我还没长大，我还没给娘亲买大房子，我还没让娘亲看我收完3届所有的烂账。天道老邓，你敢动我娘亲？老子拆了你的凌霄殿当废铁卖！灵犀，我萧定北欠你一条命，欠你3年不管不问，欠你母女一个交代。天道敢动你，我拿这条命跟他换。轮得到你，灵犀。当年在归墟，我跟你说过一句话：本座这辈子不跪天不跪地。今天再加一句，谁动你，本座灭了你。你们2个莽夫能不能动动脑子？天道挪用3届公款，造成国库亏空，这是职务侵占；偷窃女娲气运做抵押物，这是盗窃罪；准备引爆坏账重置世界，这是故意毁灭3届公司财物罪加10等。按大钱律，数罪并罚，当诛9族。可惜天道光棍一条，没9族可诛，那就只能诛他本人。灵犀，这事你不用出面。大前皇族别的本事没有，抄家灭门，专业对口。这3个男人，明明连当年分手的原因都不知道，明明被我骗了3年，明明刚才还在互相扯后腿，现在却因为一句话，连天道都敢砍。爹爹们，你们先把刀收起来，
打架是最后一步，咱们清算司走的是合法程序。玄仓，苏总，南荒大队现在开始，全部抄录所有被天道诈骗的原始契约、原件、副本、欠条、利息计算单，一张纸都不许漏。这是人证物证，天庭打官司用。胡三，你认得天道分行的手续流程？本总任命你为清算司证据科临时科长，带100个会写字的妖，把南荒36族被骗资产清单列出来，少列1块零食，本总扣你1个月工资。一个子儿都不会少。小香猪，你是前天道员工，他的账务系统你熟。等到了9重天，你负责指认他私藏的小金库，找到一处，奖励1块极品零食，包在我身上。老子要把他藏的过期饲料全刨出来。二涵，你继续当首席坐骑，不准再跟猪打架，不准偷吃证据，不准人在凌霄殿随地大小便。唐宝，檄文的抬头写什么？给9重天总部，天道于某年某月某日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女娲一族气运线作为个人债务抵押物。根据天道劳动法第376条，任何以他人合法权益填补自身亏空的行为，均属职务侵占。清算司现正式发函，见天道于接到本函3日内自行解除非法抵押，归还女娲气运赔偿精神损失费。逾期不还，清算司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查封凌霄殿、冻结天道资产、强制执行天地因果律以及物理清算。发函了，清算司来真的！清算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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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司！萧爹爹，你的兵准备好没？3万铁骑已经在京城待命。厉爹爹，魔教能打的有多少？整个幽冥魔教连带36分台。本座昨天就发了烽火令。皇甫爹爹，天庭的财政漏洞你研究的怎么样啦？天道近3000年来所有贪污挪用的流水，已经被2皇子、3皇子连夜理完，每一笔人证物证俱全。南荒大队目标9重天，向天庭总部发函。上一次我来9重天是1个人，这一次唐宝把他们3个都带来了。天道，你大概没想到吧？骗了他们3年的我，居然还能让他们为我拼命。等把天道逮住，你能不能别变石头啦？我的布兜还空着一半，想给娘亲装好吃的。好。我的天，这是什么阵仗？100万妖君，3个半仙，还带着1条流口水的狗和1头翻白眼的猪。站住！来者何人？天道债务清算司总经理苏糖糖，奉天道亲签劳动法，来你们总部查账。查账带这么多人，万一你们不配合呢？我守了几千年南天门，没见过查账带100万军队的。天兵天将听着，天庭老板天道要卷款重置跑路啦！休得妖言惑众！吾等奉天道之命镇守南天门，向天庭长生香火，受天道庇佑，哪来的卷款跑路？长生香火，你们多久没发过纯净的香火啦？上个月刚发了天道赐福金丹，那是空气币，那金丹里面全是你们积攒的信仰念力，天道只是拿过去裹了一层金漆，再发给你们当工资，这叫挪用员工本金当利息发，属于金融诈骗。一派胡言！天道至公岂会克扣吾等俸禄？